肚饿。今天你就是死，这分家合约也得签，不签也得滚。就是啊，老二，家里揭不开锅，你那2个赔钱货，咱老齐家可养不起闲人。长哥，你跟妈服个软吧，小满和白鹿快冻僵了。我这是重生了，老天爷竟然让我回到了这个命运的分水岭。长哥，你傻了，说话呀！分家是吧？后山那个废弃的黑熊洞归我，家里1分钱1米米都不给我带走，对吗？对，你个丧门星还想分家产，我呸！净身出户就是老裘家的规矩。老大，后妈难当啊！你弟弟马上要相亲，家里实在腾不出屋子。闭嘴！你真暗了！收好你的破纸。长哥，去后山，那黑熊洞4面漏风，会死人的。媳妇儿，这破黑熊洞，老子注定了。哪怕这屋里现在铺满金砖，我齐长庚也不多看一眼。爸爸，小满好冷，奶奶拿扫帚打我，白洛也冷，白洛肚饿。丫头乖，爹这就带你们走，以后没人敢动你们1根指头。长庚，你确定要这样吗？咱们没吃没喝，而且这天这么冷，不饿死也得冻死的。媳妇儿，你相信我，我会让你们吃饱穿暖的。还吃饱穿暖？吃屁吧你就！过几天我就去替你们收尸。分家可以，让我净身出户也可以，但从今天起，咱们之间再无关系。以后你们就算饿死，我也不会过问一句。如果敢来打扰我们一家，别怪我不客气。大家伙可都看见了啊，是他自己要滚的，回头饿得爬不起来，可别来敲我的门。老娘就等着开春去后山给你收尸。齐老大疯了吧？这天寒地冻的去野洞，不是找死吗？这后妈也是真狠，连件厚衣服都不给留。张桂芬，你最好活长一点，瞪大你的狗眼看着，我是怎么把日子过到天上去的。媳妇儿，还能走吗？能走。妈妈，这里好黑，有大妖怪。长庚，这没吃没喝，连火都生不起来，咱们一家4个今天真要冻死在这儿了。你拿斧头干什么？外面雪这么大，你别做傻事儿。把破门顶死，用被子把丫头们裹严实了，哪儿也别去。你到底要去干嘛？长贵，你别去，外面零下20多度，你连件厚棉袄都没有，会冻死在山里的。媳妇儿，你看我像要去寻死的样子吗？听话，把破门顶死，今晚我保准让你们娘仨吃上肉。我不回来，谁敲门都别开。一只少说也有2斤半半重，今天娘儿仨有口福了。妈妈，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爸爸肯定自己跑了，不管白鹿了。不许胡说，你爸他说过会回来的。媳妇儿，别怕，是我。哇，是鸟鸟，好大的鸟鸟！爸爸香，好香呀！吃，小心烫。长庚，你吃吧，我还不饿。让你吃你就吃，老子可是家里顶梁柱，还缺这2口肉。建国，你踹门！这会儿老大一家子肯定冻硬了，赶紧把那件破棉袄扒下来，还能给你改个马甲穿。妈，你放心吧，等会儿进去把老大那件破棉袄扒了，我正好缺个垫背的。长庚，是妈和大哥他们来干什么？看什么？他们这是等不及了，带着麻袋来给咱们一家4口收尸呢。建国，你脚丫子用力点儿，那破门一脚就散架了。媳妇儿，闭上眼睛吃肉，别抬头。你们怎么没死啊？好啊，我说你怎么突然答应分家？原来你个白眼狼有肉吃，你还是个人吗？老二，你哪儿弄来的好东西？这味儿简直绝了！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亲爹在家里啃窝挖头，你躲在野洞里吃这等金贵肉，还愣着干啥？建国，把肉给你弟拿回去补身子。弟妹啊，哥哥今天没吃饭，借你手里这块肉填填肚子呗。哎呦我的妈呀！哎呀！齐长庚，你要造反啊！你想杀你亲大哥？分家契约可是你按着我的手印签的，净身出户，老死不相往来。张桂芬，
这话是你说的吧？我那是气话。再往前走半步，或者再让我听见一句废话，我就拿这把斧头给你们俩开开胃。建国，快走，这畜生中邪了！长哥，他们不会去村长那儿告状吧？告去呗，大雪封山，村长有那闲工夫爬上来管这闲事儿？爸爸好厉害，把大坏蛋都打跑了。长哥，你一直盯着那把破斧头看啥？这玩意儿卷刃了，吓唬人还行，碰上大祸得吃亏。明儿天一亮我就往深山走一趟，不弄把真玩会儿，咱们一家在这个冬天根本熬不过去。第一天打猎就碰到狼，死也不要死这么快吧。丧门星，让你们不交伙食费就跑，我把这柴全偷光，冻死你们一家4个王八犊子！老二，你没死在山里？让你失望了，大嫂，偷柴火偷到野熊洞来了，手不想要了？谁偷了？这山是集体的，柴火也是集体的，凭啥你拿的我拿不得？集体的是吧？行啊，大嫂，那你猜猜我这斧头是谁的？你真敢杀人！行了，别藏着了，出来接客。我的亲娘哎！老二，你没死在林子里？大哥，这是来给我收尸的，还是来打秋风的？好啊，老二，你进趟山竟然弄到这么多肉，赶紧给哥分一半。这后山是集体的，你在山上打的野味，那也是老裘家的财产。哦，老裘家的财产。昨天签分家契约的时候，白纸黑字写着净身出户，老死不相往来。怎么，今天这契约就成废纸了？你少给我咬文嚼字，我是你亲大哥，拿你点柴火和肉怎么了？再说了，爸在家里饿得直哎呦，你就不怕村里人戳你脊梁骨，骂你不孝顺？大黑，咬他！这是哪儿来的野狗？救命啊！吓人了！老二，亲哥呀，快让这东西松口！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来偷柴了。黑虎，回来！齐长庚，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大队部告你去。去告吧，这大雪封山的，看看哪个大队干部愿意搭理你。露露乖，吃了这个窝头就不用挨饿了。不要啊！长庚，你可算回来了。哭啥？我这不是全虚全尾的回来了吗？天哪，这是狼腿！不仅有狼大腿，还有狼皮。中午给你炖肉汤，补补身子。黑虎，进来认认门。狗狗，好大的黑狗狗！长鬼，这狗是打哪儿来的？山里捡的流浪狗，我拿一块狼下水收买了它，以后它就是咱家的保安队长，不管谁来，没我的话，敢硬闯就咬死它。有个带牙的守着门，比那扇破木门管用。行了，媳妇儿，你先拿血水把这肉化开，我去洞外转一圈。你还要出去？刚才见过大哥在外面干啥了？没干啥，就是想偷柴，被黑虎吓尿裤子跑了。好家伙，这步幅，这深度，300斤往上，这畜生踩点踩到我家门口来了，这是老天爷上赶着给我送年货。长葵，怎么了？这大冷天的，你额头上怎么全是汗？把锅烧热点，明天晚上我要让你们吃上绝顶大肉。你又盯上什么大家伙了？一头300多斤的野猪，够咱们吃一整个冬天了。妈妈，我好饿，肚子好疼。乖，忍一忍，先喝点西北风，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就是现在。丫头们，看爹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哇，好大的肉肉！可是爸爸，外面风乎乎的，小满有点害怕。媳妇儿，把锅烧滚。今晚就算天王老子来敲门，我也要先让你们娘俩啃上最肥的大骨棒子。爸爸，这真的是给咱们吃的吗？比过年时村长家杀的猪还要大呀！傻丫头，村长家瘦不拉几的猪能跟这比？媳妇儿，弄点血水进来，把那个破铝锅洗干净。今天咱吃顿硬的，炖汤就得打碎了。这骨髓可是好东西，喝了能长个儿。
长哥，这肉太金贵了，要不先拿盐巴腌上吧，明天拿去镇上供销社，能换大半袋梆子面呢。换梆子面，亏你想得出来！以后咱家不吃那刺嗓子的糙粮，顿顿吃细粮，天天吃大肉。别怕烫，慢点嚼，满嘴流油才叫舒坦。好吃，爸爸烤的肉天下第一好吃。别光看孩子吃，你也尝尝。你先吃，你是干体力活的，我不饿。张嘴！你要是不吃，我现在就把这些肉全扔到外面喂狼去。哎，好端端的怎么还哭上了？嫌我手艺不行没放盐？长哥，我就是觉得像做梦。昨晚我还以为咱们一家4口要被冻死在这洞里，要是每天都能这么过，我沈子阳这辈子就算是给你当牛做马也值了。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以前是我混蛋，听了别人挑拨让你受委屈，从今往后谁让你和闺女受半点委屈，我活劈了他。我不仅要让你们吃肉，还要让你们穿金戴银，住全天下最好的大房子。先喝口热汤暖暖胃，里面那根棒骨留着让丫头们吸骨髓。你今天累坏了吧？快睡吧。长哥，外面怎么了？这风声听着好吓人。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风雪，明天天一亮，大雪肯定会把进山的路彻底封死。从现在起，谁也别想出去，外面的人也别想进来。大雪封山，那咱们手里的肉能撑几天？万一柴火不够烧怎么办？媳妇儿，你觉得如果村里人知道大雪封山了，我那个好继母会干点啥？这杀千刀的老天爷，怎么下这么大的雪？妈，这白毛风刮了一夜了，老二一家在后山，连个挡风的门都没有，肯定死透了吧？到底是齐家的种，这么大的雪，怕是真熬不过去了。熬不过去最好让他跟我硬气，现在估计早就冻成冰坨子了。等雪一停，你就上山。他那破铝锅还能卖废铁，沈南星那件破衣裳也能当抹布。爸爸，肉烤好了吗？小满的肚子又开始唱歌啦！别急，这野猪肉得把肥油全烤出去，咬一口咔嚓作响，那才叫舒坦。长哥，咱家这几天过的日子怎么比村长家还像过年？过年算啥？媳妇儿，这才哪儿到哪儿。等开了春，我带你去城里买真丝的确坊，买大彩电。没正形，拿着玩去。明天爹再给你们一人雕个大木马，能骑着跑的那种。长梗，你在雪地里杵着发什么愣呢？赶紧进来喝口热汤啊！一截烂柴火有什么好？没啥，这木头有点意思。这烂木头抱进来干啥？这都冻透了，点不着火的。咦，怎么一股子香味儿？媳妇儿，这可不是烂柴火，这叫紫檀，这玩意儿能驱虫防潮，香味还能安神，是个稀罕宝贝。爸爸，这个大木头香香的，像花一样。真舒坦，这手艺比镇上的老王头还精细。爸爸，我也要睡香香床。村长，您慢点踩，这雪也忒厚了，当心滑下去。把尸首一抬，那破铝锅和开山斧可得归我家。行了，人都不知道死活，你们娘俩还惦记个破锅，那可是4条人命，造孽呀！别冲动，长哥，村长也在。村长，您往后退退，尸臭味别冲着您。齐老二啊，我可怜的儿啊，家人来给你收尸了。都闭嘴，别嚎了，先开门看看情况，作孽呀！哎呦，这门怎么从里面顶死了？老二啊，你死得好惨！我去你好惨！哟，张桂峰，这大清早的跑我门前唱大戏来了。你没死？怎么，你们很盼着我死？长庚，你真活着？你媳妇儿和俩丫头呢？村长爷爷，我们在这儿呢。你这肉哪来的？哪来的火？这山是集体，你打的野猪也是集体的。分家契约白纸黑字，净身出户。我就是在这洞里啃金条，也跟你们齐家没有半毛钱关系。村长，您是明事理的人，这几天大雪封山，他们不闻不问，今天雪刚停就跑来抢我的口粮，您管不管？好，齐长庚，算你狠，你等着。村长，外头冷，要不进洞里喝口热汤？不了，你能在这野洞里活下来，说明你小子有本事。才不爱练，这年头大家伙都饿着肚子，你这满洞的肉香味太招人胆红了。
自己多长个心眼儿。刚才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拿斧头砍建国大哥呢。砍他？脏了我的斧头。长龟，怎么了？肉不够吃了吗？肉有的是，但光吃肉不行，没盐了，火柴也快没了，得去城里换点细盐和粮券回来。还有这床垫子，得弄几床像样的大厚棉被，不能总让你们娘仨盖着漏风的破布。去县城，那得走几十里山路呢。那张狼皮就这么拿去黑市，万一被抓了怎么办？黑市那种上不得台面的地方，老子才不去。要去，咱们就去县里最高档的国营大饭店。媳妇儿，把野猪油熬了，明天天一亮我就去下几个硬套子，给你抓个值钱的大家伙回来。比300斤的野猪还值钱？你要抓什么？去了你就知道了，那玩意儿可是能让全城人都眼红的宝贝。媳妇儿，把油渣子多留点，这玩意儿拌上点粗盐粒儿，给丫头们当零嘴吃，比糖块还解馋。你还惦记着吃呢？你真要往鹰嘴崖那片盲区走？那地方几十年都没人敢进，里头不但有成群的瞎子熊，还有野狼。咱家这猪肉够吃个把月的，你别去冒那个险，行不行？熊瞎子这会儿都在树洞里猫东打呼噜呢，他不来找我，我还懒得搭理他。那你要去抓啥？300斤的野猪你都弄回来了，还有啥不知足的？野猪肉只能填肚子，去城里国营大饭店得拿硬通货。在家乖乖听你妈的话，别瞎跑，也别乱动火。爸爸，你早回来呀！小满给你留着最大最肥的猪肉棒骨，等你回来啃。哎，还是我大闺女心疼爹。看好家。黑虎，给我把门看死了，敢放一个生人进去，我今晚就拿你炖狗肉火锅。这帮小东精的跟鬼一样，从不在亮堂的地方露头。哟呵，还真让我找着门道了。骚气儿还没散干净，带着股淡淡的松子香。这拉屎的动静，个头都小不了，绝对是只肥貂。这就是你的必经之路了，小畜生，今天算你倒霉，碰上你齐二爷来收租。知道你鼻子灵，防着人味呢，咱拿着土方子给你盖一盖。我的个乖乖，老天爷这是疯了吗？就这品相，这底下埋着的百年老参，起码得能换城里10套房吧。棒土！爹的乖乖，你可千万别断根须啊！燕脖炉、铁线纹、珍珠疙瘩、百年老山参，这绝对是上百年的大货。长庚，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遇上熊瞎子了呢。熊瞎子见了我都得绕道走。媳妇儿，明儿天一亮我就得进城一趟，把这些皮子和野货换成真金白银。进城？你这连个介绍信都没有，万一被供销社的人查住咋办？放心，我去找他们头头谈生意，他们求我还来不及呢。你和2个丫头把门顶死，我不喊暗号，谁敲也别开。知道了。哎呦喂，大家伙快看，这是谁家要饭的跑出来了？老大啊，这大雪封山的，你背个破麻袋上哪儿讨饭去啊？不会是山洞里待不下去，准备去镇上要饭了吧？要不要大嫂借你个破碗？大嫂，管好你自己的嘴，别回头看我吃肉的时候连口汤都掺不着。呸！什么东西，连饭都吃不上了，还搁这装大尾巴狼？哎，王家婶子，你说这齐老二背着个破麻袋进城，到底是去干啥？还真是齐家老大，这大雪封山的，他不在后山等死，背个破麻袋上哪儿晃悠去？老大，你这麻袋里装的啥金贵玩意儿？让大嫂开开眼呗。大嫂，管好你的手，碰坏了里头的东西，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你吓唬谁呢？谁不知道你被老裘家扫地出门了，连口锅都没分到，你能有啥宝贝？树皮也好，石头也罢，总比有人满嘴喷粪强。有闲心操心我饿不死，不如回家看看自家米缸见底了没。大牛，你可别拉他，他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穷光蛋，兜里比脸都干净，拿啥给你付车费？长庚哥，我这去县城拉化肥是县里的差事，顺道捎人得收2毛钱油钱，这规矩。怎么着，大牛，这玩意儿能顶车费不？能，太能了，哥！长庚您坐稳当了，这县城您指哪儿，兄弟我这破车就给您开到哪儿。天杀的，他哪来的肥肉？他在后山到底撞了什么大运啊？我看他是发疯了，去山里偷的。这么多肉，吃到开春也吃不完啊，放坏了多可惜。
妈妈，我不想吃大肉肉了，小满的肚皮都要撑破啦。昨天村口那个胖大石还说我们会被饿死呢，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家肉多的没地儿放。也不知道你们那个瞎成能的爹，这会儿进城还顺趟不顺趟？哥们儿，山里出来的吧？袋子里装的啥好货？我这儿给的价绝对公道。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老子的货你吃不下。哎，你这人咋不识好歹呢？去供销社，人家得压你一半的价。哎，干啥呢你？把手给我撒开！要饭去后门大黑桶里翻去，这正门是接待县领导的，碰脏了玻璃你赔得起吗？谁告诉你我是来要饭的？老子是来找你们经理谈大买卖的，耽误了我的事儿，你扒了这身白皮都赔不起。谈买卖？就凭你这叫花子样，你袋子里装的能是啥？野菜还是发臭的死耗子？赶紧滚蛋！行啊，既然你不见棺材自不掉泪，今天爷就给你开开眼。哼，这你从哪弄来这么多神仙肉？怎么着？现在我这破袋子里的东西配不配进你这玻璃门？去，把你们能管事的叫出来。这批货，我要跟说话算数的人。张三，你个不长眼的东西，要饭能拿出紫貂皮？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这位大兄弟，手下人没眼力眼，让你见笑了。好家伙，这地上的东西可都是真家伙啊！苏经理好眼力，2只飞龙鸟活套抓的，没见一点血腥子，炖汤最鲜。那张皮子是钢丝勒断气儿的，油光水滑，这可是县城黑雾里翻个地朝天也找不出的奸货。是个痛快人，这批货我全包了。野猪肉1斤按最高价8毛，飞龙鸟2只算10块。至于这极品紫貂皮，我出50块。价钱没问题，很公道。苏经理是个做大生意的人。不过我不光今天卖给你，以后我的货只供给你国营大饭店。大兄弟，山里打猎靠的是天收，这大雪天的，你敢保证天天有大货？运气好能打1只鸟，运气好能猎300斤的野猪。我在后山有路子，有绝活，别说野猪、飞龙、熊瞎子，我都能给你弄下山。这叫独家供应。只要咱们结了盟，有了我的奸货，你这国营饭店在全省的系统里都能横着走。好一个独家供应！这里是100块，多出来的是我苏玉楼教你这个朋友的定金。痛快，苏经理，合作愉快。慢着，这批奸货谁也别想独吞。陈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大白天的从我苏玉楼嘴里抢肉吃？苏经理，话不能这么说啊，好东西大家得雨露均沾呐。大兄弟，认识一下，我是县供销社采购科科长陈建业。这批货，这女人给你多少？我陈建业出双倍。出双倍？陈建业，你少在这给我捣乱。苏大经理，买卖自由嘛，你们饭店要招待上面，我们供销社也得搞创收啊。大兄弟，我这人最实在，那娘们儿给你100，我给200，连地上的野猪肉我全包了。陈建业，你供销社走的是平价路线，这就不劳苏警长操心了，我自掏腰包送礼拉关系，不行吗？200块确实不少。哈哈，痛快！还是咱乡下汉子实在，认钱不认人。不过，就算你出2000块，今天这极品奸货我也只给苏经理。你小子脑子被驴踢了，双倍的钱不赚？因为我看的是长远买卖。陈科长，你供销社网点遍布全县，走的这是量大的群众路线。你拿着紫貂皮去送礼，这叫暴殄天物。你管我怎么用？老子有钱。你是有钱，但你没路子搞来好货。咱们山里的买卖得讲究个分级供应，飞龙鸟、紫貂皮这种高端货，只有在国营大饭店，在苏经理的手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但这大山里多的是李子、野兔、山鸡、大宗的野猪肉，还有普通的狼皮、狐狸皮，这些东西饭店吃不下，但却是你供销社最缺的硬通货。我在后山有一座深山堡垒，300斤的野猪肉还在雪里埋着，成群的野兔随我抓。陈科长，这块大蛋糕你吃得下吗？大兄弟不，老弟，齐老弟，哥哥我刚才是猪油蒙了心，你有这等大买卖早说呀！300斤野猪肉，只要你弄下山，我供销社全包了，价格绝对给你按特等肉算。猪肉明天弄下山，不过陈老哥，规矩你懂。这是50块定金，明天货一到，剩下的立马结清，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齐兄弟，你的格局，我苏玉楼服了。这里是100块，我还给你准备了点别的东西：10斤通用粮票、5尺布票，外加工业券。
快过年了，嫂子和孩子在山里受苦，拿去给他们添置点像样的物件。苏经理的这份情，我记下了。下次有带灵气的老山参，我第一个想着你。还傻摊着干嘛？把货搬进去，给苏经理记好账。老弟，明天我在供销社后院等你啊，不见不散。前世让你们娘仨跟着我吃尽了苦头，今天老子有钱了，必须给你们置办全城最体的行头。媳妇儿，等着，今天我齐长庚非得把那件最贵的貂皮大衣给你扒下来穿上不可。同志，麻烦把那件貂皮拿下来，我看看吃。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饭都吃不饱了，还跑这儿来看貂皮大衣。打开门做生意，哪有不让顾客看货的道理？这件大衣多少钱？多少钱？说出来怕吓破你的胆儿。68块钱，外加5尺全国通用布票。看你这样，怕是连6毛8都掏不出来吧？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钱我有，票我也有，现在能不能把那件大衣拿下来了？能，太能了！大哥，您稍等，我这就给您拿最高处的撑杆。大哥，您过眼，这皮子水滑着呢，您媳妇儿穿上绝对是全县最阔气的嫂子。包起来。那双带羊毛内敛的翻毛皮雪底靴，拿37码的。那2件粉色小棉袄，5岁女童穿的尺寸，包2件。还有那2顶白兔毛帽子，也拿上。大哥，貂皮68，雪地靴12，2件小棉袄16，兔毛帽子5块，加上布票，一共是101块钱。零头我做主，给您。票没少吧？抹了，算您100块。够了，一张不少。小伙子，这麦乳精可金贵，1罐就要5块8，你这开口就要2罐。大爷，您只管称，钱和票少不了1分。少啰嗦，赶紧装。那20斤富强粉也给我用厚麻袋套牢了，别漏风。大爷，去一趟清湖村后山脚下，走不走？那破地方雪太厚，牛拉不动，不去。4毛钱，就拉到山脚下。哎，走，这就走。你把东西放稳堂了。大爷，就在这儿停。这齐家老大不是被赶出家门了吗？这是在深山里挖着金元宝了。长鬼，你买啥了？买这么多？给你们娘仨买了点御寒的玩意儿。丫头们，快看爹带啥好吃的了！吃，一人兜里揣一把，敞开了吃。好甜，比过年村头发的高粱饴还甜。长刚，你哪来这么多钱买糖？这得花好几块钱吧？几块钱算啥？媳妇儿，过来试试这个。这是貂皮，这得花多少钱啊？管他多少钱，赚了钱就是给老婆花的。真好看，全县城都找不出第2个比我媳妇儿水灵的女人。你这人说话越来越没正形了。这还有羊毛雪地靴，快换上，以后别穿那漏风的破胶鞋了。哭啥？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今晚咱们不吃野猪肉了，爹给你们下白面疙瘩汤喝。那白面白的晃眼，还有那百货大楼的衣裳，200多斤啊，眼皮都不眨就扛上山了。我的个乖乖，齐老二这是在山里挖着老参了吧？那小畜生净身出户，哪来的钱买白面面和皮大衣？那钱肯定是背着咱们偷藏的。妈，那可是细白面啊，还有大白兔奶糖，咱明天得去拿回来点，那可是老齐家的家底儿。长哥，外面谁啊？老二啊，别睡了，赶紧开门！你亲爹大清早来看你了，快把昨天买的细白面拿出来，给爹垫垫肚子。别怕，外头是个软骨头，你穿上新袄子在炕上待着，我不叫你别下地。老二啊，你聋了？你亲爹在风口里站半天了，还不赶紧开门？哎呦，老二啊，你这洞里还挺暖和。齐大强，分家那天白纸黑字写的清楚，净身出户，老死不相往来。你这大清早跑这儿来，是想帮我扫雪啊？你这混账东西，怎么跟老子说话呢？分家了，我就不是你亲爹了。老二啊，村里都传遍了，说你昨天用牛车拉了半扇猪肉和几十斤细白面回来。你妈说了，你大哥马上要相亲，家里正缺拿得出手的彩礼，你匀10斤白面出来，再切条猪大腿，我好带回去交差。匀10斤白面，再切条大腿，你拿什么装？拿你那张厚颜无耻的老脸装吗？齐长庚，老子把你拉扯这么大，吃你口白面怎么了？我这2天胃里犯酸水，你难道眼睁睁看着亲爹饿死？胃疼是吧？吃红薯饼子刺嗓子是吧？前几天这后山刮白毛风，零下20多度，
我媳妇儿跪在雪地里求你收留一晚的时候，你这慈父的心去哪儿了？你除了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你放过半个黄皮吗？那不是家里没地方住吗？你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别拿那恶毒婆酱当挡箭牌。齐大强，你就是个软骨头，自私透顶的窝囊废。以前你怕张贵芬，连亲孙女挨打你都装瞎，现在看我吃上肉了，你想起打断骨头连着筋了。我告诉你，半粒米一根肉丝你今天都别想带走。这洞里的东西就算扔出去喂狗，也落不到你们老齐家嘴里。你个忤逆不孝的畜生，你这样干是要挨批斗的！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叫你大哥带人来，把这破洞给你掀了。叫啊！你多带点人来，看是你们掀了我的洞，还是我这把斧头劈碎你们的骨头！滚！长庚，你跟爹吵啥呢？外面风大，快过来烤烤火。媳妇儿，别弄这破灶火了，熏得你这好衣裳全是煤烟味儿。不烧火怎么做饭啊？这洞里没别的灶台了。灶台算个啥？这破洞也配不上你这身貂皮了，哪儿都不对付，这地方得彻底翻新。翻新？长考，你这是啥意思啊？这大雪封山的，咱们总不能搬到雪地里去住吧？烧什么烧？你摸摸，老子这心扑通扑通跳得多稳实。这地方够大，纵深少说得有大几10平，咱手里有工具，后山有的是石头和木头，改个别墅还不是有手就行。长鬼，你把这香树头翻出来干啥？这洞顶子有点酥，我得拿它顶住当承重梁，免得塌方砸着咱们。四面漏风的墙壁得解决，我去半山腰的干涸河谷找点料。水烧滚了吧？滚了滚了。这叫黄泥石灰浆，以前老辈子人砌土窑都用这个，干烤了比水泥还结实。冷风再也刮不进来半点。爸爸，你把床拆了，小满晚上睡哪儿啊？乖，爹给你盘个更热乎、更宽敞的大新床。普通的直烟道容易倒灌风，这回字形的，热气能在炕底下多转2圈。天哪，真的一点烟都没有。最里头最暖和是咱们的休息区，中间这块靠着灶台，改成独立厨房，肉全挂在背阴通风的那面墙上。长陵，你真有本事，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这就满足了？早着呢，等开春雪化了，我再往洞口搭个大院子，给丫头们弄个秋千。长哥，外面到底是谁？哼，是个找死的蠢货。哼，媳妇儿，把丫头们的被子捂严实了，接下来咱们看场好戏。齐老二，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吃香喝辣不叫老子，今晚这肉我全给你端了。这黑熊洞里没见有烟囱冒烟，怎么石头墙摸着热乎乎的？爹给你盘个更热乎、更宽敞的大新床，普通的直烟道容易倒灌风，这回字形的，热气能在炕底下多转2圈。天哪，真的一点烟都没有。最里头最暖和是咱们的休息区，中间这块靠着灶台，改成独立厨房，肉全挂在背阴通风的那面墙上。长陵，你真有本事，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这就满足了？早着呢，等开春雪化了，我再往洞口搭个大院子，给丫头们弄个秋千。长哥，外面到底是谁？哼，是个找死的蠢货。哼，媳妇儿，把丫头们的被子捂严实了，接下来咱们看场好戏。齐老二，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吃香喝辣不叫老子，今晚这肉我全给你端了。这黑熊洞里没见有烟囱冒烟，怎么石头墙摸着热乎乎的？长庚，外面那是怎么了？叫得这么瘆人。一只被蜡瞎眼的死耗子罢了，连保险都没拉开就敢来劫道，真是个极品废物。这破管子威力不错，以后就当个烧火棒用吧。你这人鬼点子可真多，我还以为刚才要打起来了呢。对付这种破皮无赖，动刀动枪的是抬举他。你摸摸这炕，温度更好吧？热乎着呢，而且你那回字形烟道真管用，这洞里连一丝烟火味都没有。哎呦喂，我的老天爷呀！老二这是要下死手啊！这齐长庚绝对是被狐仙附体了，
那破野洞连个烟囱都没有，他拿什么放的烟？你轻点儿，老子的眼珠子都快让你抠出来了。昨晚我闻得真真的，那石头墙根热乎的很，绝对有猫腻。走，跟我上山。还去啊？你不怕他拿斧头劈了你？怕个屁！我今天非得把那破洞不冒烟还能取暖的秘密翻出来。你走慢点儿，这雪壳子下面全是滑冰。轻点扯，老子这只眼还没消肿呢。昨晚我闻得真真的，那石头缝里往外透热气，里头绝对藏着好东西。村里都传他买了20斤富强粉，那白面蒸出来的饽饽，想想都掉口水。就是这儿，你蹲下，让我踩着你肩膀往里瞧瞧。你可快点，这风吹得我裤裆都凉透了。哎呦我操！你把我捅着干啥？救命啊！杀人了！长刚，这就不过年不过节的，全蒸了纯白面馒头，掺点红薯面吧。掺啥红薯面？那玩意儿刺嗓子。咱家现在不差钱，以后顿顿吃细粮。我要把你和丫头们养得白白胖胖的。爸爸，我要吃小兔子面面。行，爹给你捏个带长耳朵的。晚路要小脑滑。长庚，你听，外面是不是有人在喊救命？深山老林的哪有人？8成是几只饿急眼的野猫掉进捕兽坑里了。野猫叫这么大声？管它呢，叫唤累了就不叫了。媳妇儿，添把柴，这白面馒头得大火催，蒸出来才暄软。老二，气场鬼，你个断子绝孙的，快把老子拉上去！我不行了，建国，我要冻死在这儿。大牛，你听见啥动静没？像是在哭丧。哎呦我去，这坑里怎么有2坨黑漆的活物？我的老天爷，这不是齐家老大和春花吗？你们咋掉茅坑里了？大牛兄弟，快拉我一把，我腿没知觉了。这什么味儿啊？老大，你2口子这大冷天的跑人家老二门前钻粪坑干啥？我钻你奶奶个腿！完了完了，这脚丫子怕是要冻掉了。齐长庚那个杀千刀的，他在家门前挖陷阱坑人啊！村长咋不管管他？哼，春花嫂子，长坑哥把这后山都承包了，他在自己地盘挖坑有啥毛病？倒是你们俩做贼做到亲兄弟头上，真够丢人的。建国，咱就这么算了，这口我咽不下去。算个屁！他不是靠在后山下套子打野味发财吗？今晚等天一黑，你拿上剪子跟我走一趟，老子非把他红松林里的套子全给绞了。建国，要不咱回吧？大半夜的，老林子里可有熊瞎子啊！回个屁！老子今天非把齐老二的套子全绞了不可。他断我的财路，我就砸他的饭碗，让他一家4口全在这破山里饿死。瞧见没？就这玩意儿，就这破麻绳，还想套大货，我一剪子下去，让他毛都捞不着。哎呦我操！杀人了！救命啊！当家的，你咋上天了？快放我下来！我脑出血了！快拉我一把呀！你个臭娘们儿，你回来救老子！长哥，外面啥声音？好像有人在嚎丧。没事儿，深山里风大，估计是哪只不长眼的野猪大半夜跑出来荡剖签呢。别管它，外头冷，畜生挂一宿就老实了。咱赶紧睡觉。我的老天爷，那树上挂的啥玩意儿？这不是齐老大吗？快，赶紧把人放下来，再挂下去就出人命了！大牛，赶紧把人背回村里卫生所。齐老二这小子仗着有点本事，简直无法无天了。铁柱，带上人，跟我去野洞。今天这事儿，他齐长庚必须给全村人一个交代。齐长庚，你给我滚出来！把人吊在树上冻一宿，你想吃枪子吗？村长，大清早的火气这么大，我这后山是承包的私人地盘，你们这算私闯民宅吧？你少给我扯犊子！你大哥昨晚被你的套子倒吊在树上，差点冻死，你心肠咋这么歹毒？还有没有王法了？村长，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分家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着，我跟他早不是什么兄弟了。他大半夜溜进我承包的林子里，破坏我的捕猎光志，这叫盗窃破坏集体与私人财产。没把他当野猪直接开膛破肚，已经是我手下留情了。怎么着？您现在带着人来砸我的门？村长，您大清早带这么多人来，是打算替那个偷猎的贼来给我赔偿精神损失费的吗？赔偿精神损失费？齐老二，你少在这混淆视听，那是你亲大哥，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下死手就是不行。王队长，你当民兵队长不看政策的，私人承包地神圣不可侵犯，他来偷我东西，我设防卫陷阱，这叫正当防卫。你们要是觉得我犯法，现在就去县里告我。
要是不敢，就趁早滚蛋。村长，您跟他废什么话？这洞里连个柴火烟都没有。想看笑话？行啊，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我齐长刚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怎么着？各位是想进来凑一筷子？不好意思，我这羊肉按片算钱的。行，你小子有种，见过那事儿我不管了，你们兄弟俩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长庚，你把门敞这么大，不怕他们眼红来抢啊？抢？借他们10个胆子。在这个年头，越藏着掖着，别人越觉得你好欺负。你把实力摆在明面上，他们反而连嫉妒的胆子都没了。好吃就多吃点，吃饱了长高高。媳妇儿，看好丫头们。赵卫东，这铁汉子怎么落魄成这样了？长哥，这是谁啊？看着快不行了。肉，好香的肉汤，给我一口汤，老子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长康，这人怎么冻得跟石头一样了？先别问，去锅里舀碗最烫的羊汤，撇开油沫，光盛汤。行了，自己能端住不？光喝汤能顶个屁用？拿着啃。好，兄弟，这顿饭的恩情我赵卫东记下了。腿上带过弹片，一到阴雪天就疼得站不住，对吧？你咋知道？村里退伍回来的硬汉赵卫东，谁不知道？你这腿是为了保家卫国废的。回来后，村里人不仅不念你的好，还嫌你干不了重活，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1天3顿啃红薯皮，这日子过得憋屈吧？憋屈，真他娘的憋屈！我这双打过敌人的手，现在连只偷鸡的黄鼠狼都追不上。村里人背后叫我赵瘸子，说我是浪费粮食的废物。今天我要不是饿晕在门外闻到了肉味儿，明早我就是一具死尸。那现在呢？现在老子活过来了。我说过，给我一口汤，这条命就是你的。你齐老二的事儿我听说了，净身出户还能在这野洞里混出这等忌惮，刀山火海，你一句话的事儿。好，赵哥，以后别叫我齐老二，叫长庚就行。跟着我干，刀山火海用不上，但我保证顿顿有酒有肉。等到了明年开春，我给你娶个全县最俊的媳妇儿。长庚，既然跟了你，哥哥就得交个投名状。啥投名状？后山往北那片叫鹰嘴崖的盲区，我前天亲眼看见的，一头瞎了左眼的老狼，体型比牛犊子还大，带着10几头恶狼盘在里头。狼群向来记仇，这帮畜生在这个节骨眼下山，肯定饿疯了。那10几张完整的野狼王，这要是拿到县城，绝对是能轰动黑市的无价之宝。这活要命，弄不好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兄弟，你敢不敢跟我去端了那独眼狼王的窝？端他的窝？这他娘的是老天爷追着给我送钱啊！那狼王皮包下来，能在县城买套房。好，有种！明天一早，咱俩就去会会那畜生。长庚，真要去啊？那地方邪性的很。邪性？这年头穷才最邪性。走，去把这笔横财收了。就在前面那个挠口，昨天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他的。脚印还软和，这帮畜子没走远，就在这片转悠找食呢。坏了，风向变了，咱俩的人味顺着风吹进去了。娘的，被反包围了！别慌，狼这玩意儿欺软怕硬，你越怂，它咬得越狠。长青，这畜生在等咱俩露出破绽。他等个屁！好小子，真有你的！赵哥，低头！别过来！今天老子非扒了他的皮！给我趴下！跑啊？怎么不跑了？给老子躺下！我的老天爷，你真一个人把他给办了？畜生就是畜生，他急了，破绽自然就出来了。别愣着了，这地方血腥味太大，容易引来别的野兽。赵哥，搭把手，今天咱们可是捞着大鱼了。乖乖，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水灵的皮子。这要是拿去县城黑市，那些倒上还不得抢破头？少说也得值个大几十块吧？大几十块？赵哥，你这也太瞧不起这张狼王皮了。这玩意儿要是找对买主，换县城里一套带院子的大瓦房都不成问题。走，回刚那地方，把剩下的死狼也收拾了。
长刚，我算是服了，以后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你指哪儿我打哪儿，绝不含糊。别动不动就把命挂在嘴上，咱们是去赚大钱、过好日子的，命得留着享福。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一个泥腿子知青，竟然穿上貂皮大衣了！你这大衣是去哪儿偷来的？还是背着你男人在外面换来的？你少在这血口喷人！这大衣是我男人自己赚钱买的，跟你没关系。你赶紧走，我家不欢迎你。就齐家那个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他兜里能掏出几毛钱，你骗鬼呢！脱下来！你这种人也配穿这么好的东西？赶紧给我脱下来，交代清楚！你想干什么？我可是知青办的人！刚才是哪只手碰了我媳妇儿的衣服？我警告你，我是城里来的，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我去告你耍流氓，让你吃枪子儿！吃枪子儿？你碰我媳妇儿的时候，怎么没想自己有几条命够我砍的？长哥，别冲动，为了这种人沾上人命不值当。赵雪梅，你今天跑我这荒山野岭来，不就是眼红我媳妇儿穿了件貂皮大衣吗？我眼红他？我马上就要回城端铁饭碗了。他沈南星就是个下乡受苦的命，配这种高级货，肯定是偷来的。沈南星，你个泥腿子媳妇儿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满嘴喷粪的白眼狼！7、8年冬天，南星家里费尽心思寄来的3尺细布票，你说被老鼠咬碎了，怎么着？那老鼠不仅长着手，还会踩缝纫机。后来那布票变成红格子衬衫，穿在你身上可挺合身啊！你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要证据是吧？那咱们再说说你那个宝贵的回城名额，王干事那屋的门杆，大半夜的没少被你踩吧？你血口喷人！沈南星，你男人是个疯子，你们一家子都是疯子！趁我手里的斧头还没劈在你脑袋上，赶紧滚出我的地！再踏进这半步，我让那个王干事跪在大院里给你念潜讨书！大坏蛋跑了，连鞋都跑丢了。长哥，那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你男人我虽然以前混蛋，但这双招目亮着。媳妇儿，以后碰上这种眼红的狗，别跟他讲道理，直接抽他。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就算把天捅个窟窿，我也能给你补上。长策，刚才跑出去那个疯婆娘咋回事？我看她连鞋都跑掉了一只癞蛤蟆罢了，不提她。赵哥，今天辛苦了，赶紧进屋喝口热水。老天爷，这么多狼皮，你们俩这是去掏狼窝了？媳妇儿，家里那2张野猪皮留着给丫头们做褥子，这些家伙事我得全变现。咱明天一早就去。长哥，这批货要是拿到黑市，那帮倒子绝对得抢疯了。黑市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给的都是零花钱，配不上咱们兄弟拿命拼回来的货。不去黑市，那去哪儿？供销社那帮损子可是往死里压价的啊！明天天一亮，穿暖和点儿，我带你去会会县城里真正的有钱人。赵哥，准备好麻袋，明天这趟县城，咱们得扛着大捆的钞票回来。长哥，咱到底去哪儿啊？这可是县城，不是咱们那穷山沟。这么多皮子，要是被人逮着说咱们投机倒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赵哥，放宽心，咱这是拿命换来的真金白银，人家不收，自然有识货的爷。就这儿了。抓药去那边柜台，看病排队。要是卖那些不值钱的草根子，出门右拐，别脏了我的地儿。长哥，这老头脾气挺大，咱还是换一家吧。孙老，我这有件东西，您长长眼。你这乡下后生能有什么好东西？几根破黄连，还是几两不值钱的干草？我这儿只收好东西，你拿些破烂来，别怪我不客气。你这包里装的是什么？这燕脖驴、铁线纹、珍珠矮年老山参、全酥全尾的百年极品老棒头，我的老天爷呀！小伙子，不，这位小兄弟，你这棒头从哪儿弄来的？这品相，这年份，简直是神品呐！深山里偶然得的。孙老，您是个行家，
您给估个价吧。小兄弟，这株参我出2000块，你卖不卖？孙老，您欺负我不懂行啊！这株参就算拿到省城，那也是有价无市的宝贝。既然您没诚意，那我去黑市碰碰运气吧。听说那边有几个南方的倒行，对这玩意儿挺感兴趣。别，小兄弟留步，5000块，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这钱我私人掏腰包，绝对不走公家的账。哼，成交。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绝不推辞。我媳妇儿身子骨弱，前几年落了病根，2个闺女也营养不良。我要您开一副最好的固本培元药方，用的药材必须是您这儿最好的。好，我记下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用这辈子最好的医术，保证把你媳妇儿和闺女调理的白白胖胖。孙老，那我们就先告辞了。长哥，咱这就成万元户了。这才哪儿到哪儿，等开了春，我带你挣大钱。走，找个地方吃顿热乎的，然后把这些狼皮处理了。兄弟，这大冷天的，背着这么多好皮子去哪儿啊？你们想干什么？这可是大白天的，你们想抢劫不成？抢劫？这话说的太难听了。我们只是想低价收购你们手里的皮子，识相的把麻袋放下，我给你们留条活路。想要皮子，那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命拿。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打！长哥小心！赵哥，你看好皮子，这几个杂作我来收拾。你来收拾？乡巴佬，你怕是不知道这县城黑市到底是谁说了算？长哥，瞧不起哥哥是吧？几个街头要饭的盲流子，还用得着你一个人扛？赵哥，你这腿悠着点，别再把老伤给崩开了。放屁！老子当年在丛林里，一条腿一样踹碎敌人的肋骨。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老子废了他们！就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出来学人家劫道？你别乱来，我可是黑市胡三爷的人。胡三爷在县城一句话，就能让你们出不了这个地界。胡三爷算个什么东西？10块钱收我的狼皮，你怕是昨晚马尿喝多了还没醒酒呢？老子的货，你们这帮下三滥不配碰！回去告诉那个什么胡三爷，做买卖讲究个你情我愿，想玩黑吃黑，他找错人了，滚！别让我再看见你们！长哥，打是打爽了，但这梁子算是结死了。胡三爷这帮地头蛇在县城树大坑深，手底下养着好几10号闲汉呢。况且咱怀里还揣着孙老给的5000块巨款，万一他们纠察队人马把咱们堵在城里，这钱和货怕是都保不住。赵哥，你说的对，黑市这地方乌烟瘴气，确实配不上咱们拿命换来的好东西。既然这帮地沟里的老鼠想玩阴的，那咱们就不跟他们玩了。不跟他们玩，那咱们这10几张极品皮子卖给谁去？总不能扛回山里吧？找能一口吞下这批货的大买家。做生意永远别跟小鬼缠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个道理到哪儿都行得通。胡三爷再牛，他也就是个见不得光的地头蛇，想要压死一条蛇，就得找了能一脚踩碎他脑袋的大象。长庚，你别拽文词了，你就直说，咱扛着货到底去哪儿？走，直接去县大院找县长谈一笔大买卖。长庚，你疯了？这可是县大院！干什么的？往后退！南方都已经开始搞活经济了，咱们县还守着金山讨饭吃。要想富，就得搞山林承包，搞特种养殖。你不要命了？这叫割尾巴！在这胡咧咧什么？赶紧走！再喊把你们抓起来！住手！让他进来说话。你刚才说守着金山讨饭吃，怎么个说法？这是你在后山打的？这只是冰山一角。县长，咱们秦岭里藏着多少好东西，您比我清楚。野猪、飞龙鸟、百年老参，这都是硬通货。但靠山辽民零敲散打，成不了气候，还会被黑市那帮老鼠盘剥吸血。那你的意思呢？山林经济承包制，你们牵头，把荒山后山承包给个人，搞集中养殖，统一采办。我来做这个出头鸟，我手里有货有技术，但我缺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去整合这片大山。好小子，你这胆识，比我见过的那些省城干部还要足。这皮子我私人按市场最高价收了，送去省里当自然展览标本。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县第1位特供采办员。后山的承包手续，我下午就让人去村里给你办妥。要是遇到黑市那些人捣乱，直接去找刘大队长，就说是顾北辰保的人，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指头。县长敞亮，您放心，这后山我给您干出个天下第1村的样板来。长刚，咱就这么把事办成了？县长还给咱盖了大红窗。赵哥，这叫借势。有了这层虎皮，胡三爷那帮地沟老鼠要是再敢冒头，咱们就能名正言顺地剁了他们的爪子。赵哥，刚才在城里打那几个混混没过瘾吧？没过瘾，趁你不在来欺负弟妹和孩子，算什么本事？走，去给这群东西好好开开眼。沈南星，你个不要脸的丧门星，赶紧带着你的2个赔钱货滚出来！村长，您今儿必须主持公道，这后山自古就是清湖村的集体财产，凭啥他齐老二一家在这占山为王？就是他在山上设陷阱打野猪，那是占了全村老少的便宜。分家的时候说的清清楚楚，净身出户，这破洞是你们不要的垃圾。现在看我们有吃有喝，又跑来明抢，小贱蹄子还敢顶嘴！建国，进去把肉都搬出来充公！你动一下试试。你回来的正好，老二，今天村长在这儿，大伙儿都在，咱把账算清楚。这后山是集体的，你打的野物也是大队的，你赶紧把肉交出来，这破洞你也得给大队腾来出来仓库。村长，您老也是这意思？长庚啊，虽然大雪封山他们不管你死活，但这山头的归属按政策确实是大队的。你天天在这打猎圈地，有点坏了咱们大队的规矩。听见没？赶紧带着你的婆娘滚蛋！再不滚，我明天就去举报你！哎呦，你个丧门星敢打我！这是县大院的公章，这上面还是顾县长亲笔签的字。啥公章？肯定是他在大马路上捡萝卜丝克的假章！你给我闭上那张臭嘴，瞎了你的狗眼！这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从今天起，后山这一整片山林全由齐长庚个人承包特批，人家现在是挂了号的，这后山50年的使用权归齐长庚了。听清楚了，这山、这洞、这地里的每一根野草，现在都姓齐，叫齐长庚。现在带着你这妈，立刻给我滚出老子的私人地盘！再踏进这半步，我让县里的人直接来抓你们去蹲大牢！走，建国，快扶我走！长庚啊，你小子算是彻底出息了。以后村里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差遣，你尽管吩咐。村长客气了，以后少不了麻烦您了。长庚，你刚才拿的那张纸真的是县里的文件吗？那还有假，比真金白银还真。赵哥，把门关死，今天晚上让你们看点更刺激的东西。拿上钱，明天一早去镇上买条好烟，咱俩去办件大事。啥大事还得专门买好烟？咱这是有钱了，要去求谁办事吗？掌柜，这得有多少钱啊？没多少，零头不算，足足2万块整。我的亲娘哎，2万块，这能把半个县城的大瓦房都买下来了吧？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买大瓦房干啥？等着让人眼红来烧房子吗？媳妇儿，你记住，这钱不偷不抢，是我拿命在这深山老林里搏回来的。只要有我在，天塌下来我顶着。谁敢动你们娘俩一根头发，我剁了他的爪子。可是这钱太多了，放洞里不安全，存信用册又扎眼。财不外露，闷声发大财，这是咱家以后办事的铁律。这钱1分都不存银行，这2万块我要全部变成实打实的物资，水泥、红砖、钢筋，还有过冬的精细粮、肉类。我要把这破黑熊洞从里到外重新挖一遍。长哥，你的意思是咱在这山肚子里挖个地下堡垒？没错，表面上咱还是住破洞的苦哈哈，可这山体里面，我要给媳妇儿孩子造一个刀枪不入的地下别墅。到那时候，外面就算刮刀子下冰雹，咱家在里头照样四季如春，顿顿吃肉。那你刚才让我明天去买好烟，到底要去求谁？明天一早带上烟，跟我去找老村长。县长给了我承包权，但落到实处，还得村委点头盖章。我要买断整座后山50年的绝对使用权，不光是山，还有山脚下的那条河。我要占山为王。谁呀？大清早的奔丧呢？村长，
没打扰您睡回笼觉吧？哎呦，长庚啊，快进快进，外头冻坏了吧？请进。长庚，你这是干啥？都是一个村的，带着金贵东西来，不是打我脸吗？村长，烟是给您润嗓子的。我今天来是跟您谈后山承包的事儿。县长有批文，这事儿好办。你是想圈哪块地？山上要那10亩红树林够不够？康康，你这是抢信用社了？村长，这钱干干净净，全是卖山货赚的辛苦钱。这5000块是今年的承包费，以后每年我按这个数只多不少的交到村里账上。村长，您别问我要哪块地了，格局打开点儿。那你到底想买哪儿啊？那座山，连同山腰的林子、山脚的河，我齐长庚全包了。长庚，你没开玩笑？那后山可是个无底洞，你包下来干啥呀？种药材、搞养殖，这您甭操心。村长，您就说这钱大队账上敢不敢收吧？收？为啥不收？卫东，你赶紧去把何会计从被窝里给我薅出来。村长，啥急事啊？我这刚眯上一眼。老何，拿纸笔给长庚立个后山承包的字据。村长，这后山连着清水河，面积太大了，县里那边怕是不好交代啊。县里的批文，特工采办员，怎么，这够不够塞住县里的嘴？够了，太够了！长坤兄弟，我这就给您写。赵哥，走，干活去。长庚，咱圈这么大一块地，这得拉多少铁丝网啊？哪怕围到山顶，这界限也得画明白。这网子一拉，山里的野兽出不去，外面的小人进不来。以后这里头种的是百年老参，养的是稀罕野味，绝对的私人领地。兄弟，你指哪儿，我手里的铁锤就砸哪儿。行了，今天先收工。妹妹，那个木头车好像很好玩呀，跑得真快。姐姐，我也想坐回跑的木头车，可是我们没有。哎呦，谁家的2只小粉兔子在这吹冷风呢？爸爸，你回来啦！怎么眼馋虎子那个破木头车啦？不眼馋，虎子的车可丑了，小满不要。虎子那个破轱辘车算啥？连给咱们家当烧火伴都不配。明儿一早睁开眼，爹给你们做个全村人都没见过的稀罕物，保证让山底下那帮小屁孩看着你们流口水。大半夜的，你不睡觉折腾这木头干啥？给咱闺女打个小玩意儿。白天看他们眼馋虎子那破轱辘车，我心里不是滋味。我齐长庚的闺女，要玩就玩全天下独一份的。你还会木匠活？这木头太硬了，你小心点手。没事儿，媳妇儿你去睡，明早给你们变个戏法。哇，大马是香香的大马！爸爸，这真的是给小满和白鹿的吗？那还有假？赶紧骑上去试试，看爹的手艺咋样。驾！瞧把他们高兴的。外头出太阳了，让丫头们去院子里晒太阳，去煤气。奶奶，齐家姐姐在玩啥呢？一晃一晃的。能玩啥？齐老二个丧门星，估计捡了2根破树杈子糊弄小孩呗。奶奶，我要那个盗马，我的车太丑了，我要盗马。我的老天爷，齐老二这是在山里挖着金矿啦！小满啊，把那木马推过来，让俺家虎子也骑一会儿呗。不给，这是我爸爸连夜做给我的。你家虎子昨天还拿雪球砸我呢。我要骑大马，我要香香的大马。哭啥哭？2块烂木头有啥稀罕的？黑不溜秋的，白给咱都不要。是吗，刘大妈？我家这烂木头你确实要不起。这马架子是极品紫檀的，垫子是野生紫雕的，把你家那几间土坯房卖了，也换不来这马上的一块皮垫子。丫头们，外面风硬了，把马拉进屋里玩。长庚，操家伙！后山盲区来了一帮带双管猎枪的活阎王，咱们画的地盘被端了。长贵，赵大哥这是咋了？别慌，去拿我昨天买的高度西风酒，忍着点。长庚，咱们圈的那10亩地让人占了。今天我去巡线，刚走到红松林北坡，就听见火冲子响。我摸过去一看，咱们下的套子全被挑了，刚套住的几只山鸡和狍子也落了别人手里。看清来的是什么路数了吗？外地口音，听着像翻过大巴山那边来的盲流子，带头的是个刀疤脸。最要命的是他们手里有硬家伙，清一色的双管猎枪，管子锃亮。要不是我躲得快，这脑袋早开花了。长庚他们有枪啊，要不咱明天去县里报案吧？报案，等县局的人顶着大雪爬上山，咱们这儿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我的地盘我自己做主，乖，进屋去。长庚，
你这是要……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都骑到咱们脖子上了，总得去拜拜山头。我一个死过一回的老兵，怕个鸟！走。带头的就是那个刀疤老大，这清湖村的后山可是个宝地啊！光今天一天，咱就收了他们10几个套子，全是大有水的肥货。这点东西算个屁！黑瞎子岭那边风声紧，老子带你们来这儿是躲灾的。不过既然来了，贼不走空。我听说这片山被人包了。老大，我今天跟山脚下一个老太婆打听了，包山的是个叫齐老二的丧门星，被赶出家门，住进了半山腰的黑熊洞。听说那洞里不仅藏着好几麻袋的精白面，还挂满了野猪肉。最绝的是他那媳妇儿，听说是个下乡的女知青，长得那叫一个水灵。娘的，一个住破洞的泥腿子，日子过得比老子还滋润。兄弟们，今晚吃饱喝足，好好睡一觉。明儿一早带上家伙事儿，咱下山去会会那个齐老二，男的直接填了血坑，肉和白面全归咱们。至于那个穿貂皮的小娘们儿，带回山里给兄弟们暖被窝。长风，这帮王八蛋明天要动弟妹，这还能忍？谁说我要等到明天了？长哥，你真打算今晚就动手？这帮瘪犊子手里可是有真家伙的。硬拼那是莽夫，他们有枪，咱有山，这麒麟老林子就是最好的杀人刀。赵哥，把那捆钢丝绳娘拿出来，今天给这帮孙子上一课，叫鬼见愁。这叫连环绊马索，只要碰着一根，树上的东西就得砸下来。这要是一砸下来，脑袋都得成烂西瓜。光有落木不够，得给他们来点连环套。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本能反应是往两边躲。这药不致命，但只要划破点油皮，半小时内浑身抽筋，神仙难救。老大，这雪太厚了，路不好走啊！少废话，走这山坳最快，赶紧赶路。啥声音？有埋伏，散开，快往两边窜！长哥，这帮孙子急眼了，咱手里没枪，要不先撤吧？撤？好戏才刚刚开播呢。操！哪个缺了大德的往老子身上泼粉？赶紧撤吧，老大！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咱们就折了3个兄弟。别撞了，猪爷爷，求求你们别撞了！这野猪群也太猛了，这帮孙子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啊！野猪群发起疯来，老虎都得绕着走。好东西，这可是硬货，比你那破土妞强了100倍。赵哥，别傻站着了，赶紧搜身。这帮孙子下山肯定带了不少好玩意儿。长庚，咱发财了！这枪要是拿去黑市，一把少说也得卖个200-300块。卖？这种保命的家伙事儿，傻子才拿去卖。这人身上背着人命，是局子都在通缉的重犯。赵哥，去把他全绑结实了，用麻绳拴成一串。长庚，绑他们干啥？咱难道还得供着他们吃饭？吃饭？他们配吗？顾县长正愁没政绩，这几个亡命徒就是我送给他的厚礼。赵哥，把人绑紧点。今天我不光要鸟枪换炮，我还要拿这帮杂碎的脑袋去换个能在县城横着走的护身符。哎，长庚，这几个杂碎怎么弄下山？去借村长家的牛车，连夜把人拉到县审讯室去。这可是送上门的立功机会。好小子，你想的真绝！要是能把这枪正大光明的留下来，以后在后山横着走。队长，队长，出大事了！大门口来了俩乡下汉子，用牛车拉来一车人，说是抓到了通缉犯。这是刀疤瘤，黑瞎子岭的老大。李同志，人交给你了。这几个杂碎想抢我的地盘，被我设套拿下了。兄弟，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这刀疤瘤身上背着好几条人命呢。长庚啊，长庚，你小子还真是个福将，刚签了承包合同，就给我送来这么大一份礼。县长，我既然是特工采办员，保护山林资源也是我的责任。不过山里危险，这些枪我缴获了，想请县长和大队长特批，留给我防身护林。这枪支管理很严的，个人持有恐怕不合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长庚在深山里搞承包，遇到野兽和这种亡命徒，没个硬搭伙防身怎么行？李同志，给长庚办个持枪证，就挂在县大队名下，算编外护林员。这4把枪就是他的合法武器。赵哥，这锦旗拿回去挂墙上，以后看谁还敢在背后叫你赵瘸子。长城，咱这回可是真出息了，有了这些枪，明天咱就进深山去掏那窝熊瞎子。掏熊瞎子不急，先回家看看媳妇儿孩子。媳妇儿，我回来了，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谁欺负你了？跟老子说，我去卸了他的腿。长奎，燕京来信了，是我爸寄来的。长奎，你干什么呀？媳妇儿，你给我听好，
别说是燕京教授的女儿，就算是天王老子的闺女，这辈子你也是我齐长庚明媒正娶的女人。可是我爸他在信里骂的那么难听。他骂他的，关我屁事儿。当年你农村饿得吃树皮的时候，这老头子在哪儿？媳妇儿，这封信就当没收到过。他要真有本事，就亲自来这深山老林里接你。只要我不放手，天王老子也带不走你。我不走，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守着你和小满白鹿。这就对了，我齐长庚的媳妇儿犯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燕京那地方算个屁，总有一天我会带你们娘仨以首富之姿踩碎那里的门槛。媳妇儿，看看这是啥？枪！长秋，你哪来的枪？这可是犯法的呀！犯法？你看看这个。我的天，你胆子也太大了，万一伤着碰着怎么办？富贵险中求，没这点狠劲儿，怎么护得住你们娘仨？有了这几把硬家伙，再加上这大红本，以后这后山就是咱家的铁桶江山。媳妇儿，燕京的事儿翻篇了，不过有笔旧账，咱俩是不是得清算一下？旧账？什么旧账？今天下山教人的时候，赵格瑟在咱们布置陷阱的边上捡到了一样东西，有人趁咱们不在，想给黑虎投毒。这手伸得太长，是时候剁了。长哥，这是啥？这是下药的毒肉。下午我跟赵哥下山教人的时候，赵哥在咱家外头的死角里捡的。这肉扔的位置贼得很，正好卡在黑鹿活动范围。有人想先要死狗，再摸进院子干脏事儿。小满和白鹿白天都在院子里玩雪，要是丫头们当成好吃的捡起来塞嘴里，那可咋办？媳妇儿，别怕，有我在。以前是我混账，没护好你们。从安了分家手印那天起，我齐长庚这条命就已经和你们娘仨绑死在一起了。谁敢动你们一根头发丝，我就活剥了他的皮。长庚，咱们刚把刀疤瘤收拾了，这又是谁下这么黑的手？这是黑市上最劣质的磷化精耗子药，毒性烈，但味儿冲。雷老虎和刀疤瘤的人都在局子里蹲着呢，他们没这手脚。村里能干出这事儿的，只有那么几头烂蒜。长庚，是我。娘的，老子刚才去村里转了一圈，查出门道了。村头小卖部的王瞎子说，今天晌午张桂元那个宝贝小儿子去他那儿买了2包耗子药。齐宝柱就是这小王八犊子，他准是馋咱家院子里挂的野猪肉，又怕黑虎咬他。长处，我这就拿枪去把他狗腿打折。赵哥，别急，这小子平时横行霸道，脑子里全装的猪油。咱们要是现在找上门，张桂芬肯定撒泼打滚，死不认账，说要是买来要自家老鼠的，打蛇打7寸，抓贼抓现行。他今天扔了一块肉没毒死黑虎，今晚肯定得来摸底。赵哥，穿厚点，今晚头赏雪去。长庚，那孙子真敢来！那块掺了耗子药的毒肉就扔在黑虎常尿尿的墙根下，能干出这损事儿的，除了老齐家那几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没别人。这叫狗改不了吃屎，早晚得来验收战果。老不死的东西怎么没动静了？那耗子药可是从供销社买的最猛的，这老狗肯定是吃完去见阎王了。这回老子不仅要扛走2扇猪肉，还得把那个穿貂的小娘们屋里翻个底朝天。赵哥，动手！啊！二哥，你没睡觉？那狗没死？怎么？看你二哥没死，挺失望。放手！你放开我！齐长，你敢打我？我可是你亲弟弟！你信不信我回去告诉咱爸，让他去大队告你忤逆不孝？亲弟弟，下毒毒狗，半夜翻墙来偷肉的亲弟弟，我早就说过，齐家那些烂事儿跟我没半毛钱关系。你今天敢把手伸进我的院子，就得做好留下一只手的准备。二哥，我错了，别杀我呀！是我妈，是张桂芬那个死老婆子逼我来的。她说这狗要是死了，就能把你的肉全搬空。赵哥，把枪收了，把这桶泔水喝干净。喝不完，今晚你哪儿也别想去。二哥，这是泔水啊，不能喝。3个数，不喝，你今天就别想走。1、2，我喝。真他娘的恶心！这肥猪在村里欺男霸女的时候挺横，现在连条狗都不如。滚回去告诉张桂芳，这只是个利息，再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下次灌的就是滚烫的清水。长庚，就这么放他走了？这帮人就是一群狗皮膏药，这次没占到便宜，下次肯定还得来阴的。打只能让他们疼一时，这种人脸皮比城墙还厚。赵哥，你知道对付这种吸血鬼最狠的招是什么吗？啥招？半夜把他们家房子点了？那是土匪干的事儿。他们不是仗着在村里有点势力，就觉得能拿捏我吗？那我就把全村的好人全绑在我的战车上，光靠打没用，
得把全村的心收拢过来。长庚，你指条道吧，明天咱怎么干？明天一早你去村里跑一趟，去把老村长还有村里那些干活踏实的汉子全给我请到这黑熊洞来，我要送给他们一份足以让整个清湖村疯狂的大礼。卫东啊，长庚叫我们来到底啥事儿？我家里那2口破锅还没刷呢。大汉叔您就放宽心吧，长庚叫您来，绝对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长庚，人都到齐了，各位叔伯兄弟，大清早折腾大家，实在过意不去，来先垫垫风，要跟垫垫肚子。长庚，这太金贵了，俺们吃个红薯饼子就行。当年借半碗棒子面救命的事儿记着呢，今天馒头管够。长庚，饭也吃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大伙儿都听着呢。村长，这后山我承包下来了，但光靠我一个人，这整座山的金疙瘩挖不完。我今天叫大伙儿来，是想招工，帮我在后山搞基建、挖药材、拉铁丝网。长哥呀，俺们除了有一身力气，啥也不会，这工钱咋算？只要干活不偷奸耍滑，包吃包住，1天2块钱现大洋。长庚，你没开玩笑吧？1天2块？白纸黑字，绝不含糊。我齐长庚一口唾沫一个钉，只要愿意跟着我干的，今天领了工具，晚上直接结现钱。长庚兄弟，俺干，俺这条命以后就卖给你了。我也干，谁不干谁是傻子。长庚，你指哪儿，按我们的锄头就挖哪儿。赵哥，按我列的黑名单，凡是平时偷鸡摸狗，在咱家困难时落井下石的，一个都不要。都排好队，点到名字的去那边领工具，没点到的赶紧回家抱孩子去。哎呦，让让，我是他亲妈，这招工的好事儿怎么也得紧着自家人先来啊！卫东啊，你赶紧给我和建国记上名字，我们娘俩1天4块，不多要。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张贵芬、齐建国，常贵说了，你们老齐家的人这辈子都别想从他手里挣走1分钱，赶紧滚，别在这碍眼。赵瘸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这不公平啊！凭啥全村人都能挣钱，就撇下我们老齐家？这丧门星是要逼死亲娘啊！齐老二呢？让他出来，我要去公社告他搞小团体。我数3个数，再不滚，老子就当你是来抢劫的盲流子。这种没良心的东西，就该让他们穷一辈子。王大憨，这是你今天的工钱，2块，拿好。长庚，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挣的钱，俺明天天不亮就来。这丧门星，他这是要用钱买全村人的心，把咱们老齐家往死里逼呀！妈，他齐老二再狂也打不过政府去。明天咱就去镇上找金宝兄弟，我就不信这穷山沟里还没人治得了他齐长坑了。乡亲们，从今天起，长庚就是咱们合作社的社长了。以后山里的出产全由长庚统一收购，不用再受黑市那帮孙子的鸟气了。长庚社长，俺们全听你的，你指哪儿俺们挖哪儿。规矩我只说一遍，凡是交给合作社的山货，不管是野兔、山鸡还是草药、蘑菇，我一律按供销社最高价收购，现款现结，绝不拖欠。但我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敢以次充好，或者把好货偷偷卖给黑市，立马滚出合作社。以后谁再想吃我齐长庚一口肉，门儿都没有。社长放心，谁敢吃里扒外，俺大韩第一个打断他的狗腿。社长放心，俺们绝对不敢。长庚，咱这10来天光倒腾山货就净赚了3000多块，这算什么大钱？钱赚来就是为了花的。这破洞也是时候翻新了。明天你去镇上一趟，去建材厂给我订500袋水泥，红砖先拉2万块过来。乖乖，买这么多砖瓦，你这是要盖楼啊？不光是砖瓦，赵哥，这块木头你明天一起拉到镇上，找那个国营木材加工厂，让他们照我画的图给我开料。这木头金贵，让厂长亲自钉，手工费我出双倍。这儿我要开个大天窗，装上加厚的双层玻璃，让你和闺女冬天也能晒太阳。里头还要挖个大地窖，用来存冰块和肉，再顺着山泉水接个管子，弄个室内冲水茅房。长庚，你说的这些连县委大院里都没有吧？只要是你弄的，啥样我都喜欢。赵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长鬼，气死老子了！别急，出什么事了？砖没订着，木头呢？订个屁的砖！我把木头拉到那个木材厂，寻思先开料，结果他们那个厂长看见木头眼睛直冒绿光，他不仅不给咱们加工，还倒打一耙，说咱们这木头是国家保护的珍稀树种，私人砍伐是禁品。违禁品？这老小子是把我们当软柿子捏，想明抢啊？可不是嘛！他直接叫厂里的保卫科把木头抬进仓库扣下了，还把我们几个轰了出来。我当时就急了，想跟他拼命，可他们人多，手里还有电棍。钱大金那老王八蛋还放话说，你要是识相，就当这木头没砍过；要是不识相，他就去公社告你倒卖国家资源，让你去蹲土窑子。
上车。哟，正主来了。我就说嘛，几个泥腿子哪弄得来这么好的料子？感情是你这个村霸在后头撑腰啊！废话少说，我的木头呢？你的木头谁证明是你的？我告诉你，那是禁止砍伐的珍稀林木，我保卫科扣下它，那是挽回损失。你放屁！那是雷劈的枯倒木，我们在自家承包的山上捡的。承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年头哪有私人包山的？看你们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我也不为难你们。拿上100块钱，赶紧滚蛋！要是敢出去乱嚼舌根，我就去公社告你们倒卖公共资源，让你们去劳改农场踩一辈子缝纫机。接县审讯室同志大队，你少拿个私刻的假萝卜章来唬人，还敢报警？我小舅子可是县里的。李队长吗？我是齐长庚，有人私刻公章，企图侵占合法的私人财产，涉及一批紫檀料子。这里有个姓钱的厂长想抢我合法的私人财产，对，就是顾县长批给我的那批紫檀料子。好，我在这儿等你。钱大金，连顾县长钦点的特供采办员的东西你也敢黑吃黑？特供什么？别在这装蒜了。市里早就接到实名举报，说你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吞公家优质木材，私下倒卖谋取暴利。跟我们走一趟吧。齐爷爷，齐祖宗，我有眼不识泰山，您高抬贵手，跟李队长求个情吧。带走，看着碍眼。啊！现在能帮我加工木头了吗？能。老天爷呀，这沉水的密度，这满目的金星牛毛纹，老板，你这神仙木头卖不卖？去，哪来的疯子？这木头是我们自己盖房子用的，不卖！别，大哥，有话好商量。鄙人张百万从广东来的，专做高档红木家具生意。您这块料子，我出1万块全包了。张老板，你这算是欺负北方人不懂行吗？老板，1万块不少了，这可是原木，里面指不定有空心或者裂绿，我也得担风险啊。空心裂绿，这块料子在深山里风化了少说几百年，皮壳早就脱干净了，剩下的全是精华。5万，你看看这牛毛纹，细密的像牛毛一样，再看看这金星，密密麻麻，颗颗饱满，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满天星的小叶紫檀，你拿1万块就想买？张老板，这价钱你在潘家园连根桌子腿都买不到吧？这老板，您是行家，是我眼拙了，您开个价，这块料子我张某人今天是势在必得。主任，按我刚才画的尺寸，把那些做太师椅和茶给的单独码放，剩下的还有带着些裂纹的，另外堆一堆。哎，好嘞。主料我不卖，那是留着我自己盖别墅用的。哎呦，我的祖宗哎，拿这等神仙木头去盖别墅，您这是暴殄天物啊！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这些料子虽然比不上主料，但也绝对是抢手货。你如果真心想要，我可以把这些卖给你。行，边角料我也要，您开价。5万。老板，您这价是不是太狠了点？5万块，我这资金周转都有压力啊。嫌贵，那就算了。赵哥，叫人把料子装车，咱们拉回去烧火。别，我要5万就5万，这笔买卖我接了。张老板，这就对了，做生意嘛，眼光得放长远。这深山里好东西多的是，百年老参、极品野味，只要你出得起价，我都能弄到。老板，您这话当真？我齐长金一口唾沫一个钉，只要你吃得下，我这片山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齐老板，这里是5万块定金和本票，剩下的我立刻安排人打到您的账上，以后您就是我在北方的独家供货商，咱们兄弟俩一起发大财。长庚，咱这回可是真发了。这点钱算啥？好戏才刚开始。这个小畜生现在真是反了天了，连木材厂的前厂长都栽在他手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妈，现在说这些有啥用？他手里有县长的批文，咱还能怎么着？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他不是有钱吗？我这就去县城找你表哥，他可是道上的狠搅和，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他不是能招工吗？我看他能得意到什么时候？建国，你明天去趟县城，找你那个在城里混的表哥，让他带几个狠人色来。我就不信这穷山恶水的还没人治得了他了。找表哥？他手底下那帮人可都是不要命的，这要是闹出人命，怕什么？出了事有我顶着，只要能把那小崽子赶出村子，这清湖村还是咱们老齐家说了算。齐老板，我老张来拉货了。张老板，你这速度够快的啊！能不快吗？您的货在南方可是抢手的很啊。齐老板，这次我可是带足了诚意，除了尾款，我还想跟您谈一笔更大的买卖。哦，什么大买卖？听说您这山里不光有木头，还有百年老参，只要您能拿出货，价格随便您开，我老张绝不还价。哼，老参倒是有，就怕张老板你的胃口
吃不下呀。齐老板，您太小看我了，只要您有货，我张百万就算砸锅卖铁也给您包圆了。齐老二，你个缩头乌龟，给老子滚出来！赵哥，别脏了你的手。张老板，买卖的事咱们待会儿再谈，我先处理几只苍蝇。你就是齐老二，识相的把这片山头让出来，不然老子今天连你这破洞一块砸了。光头哥，他洞里有肉有钱，全给他抢了，还有那个穿貂的娘们儿也给你们带回城里去暖被窝。误会，大哥，我们走错门了。这已经是第2次了，回去备好棺材，再有下次，我亲手送你进去。张老板，让你见笑了。这穷乡僻壤的，难免有野狗乱吠，咱们进去看货。极品，这可是吊命的神仙药啊！我在南方倒腾药材10几年，这么全乎的老棒子，只在残本的画册里见过。这3只参，加上外头那些加工好的紫檀料子，还有2000斤风干的顶级野味。张老板，报个总价吧，虚的就别扯了。10万，齐老板，这是我这趟带出来的全部现金流了，1分不剩，全压在您这儿。成交。不过这跨省物流的专线路上不安全，得用我合作社的汉子亲自押车过去。长庚，南边的人回来了，尾款全送到了。好，赵哥，这钱你拿着，去镇上给你置办2身挺绰的行头，再买辆最贵的飞鸽牌自行车。长庚，这使不得，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我吃你的喝你的，哪还能要你的钱？让你拿着就拿着，跟着我干的人，我齐长刚从不亏待，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钱赚来就是花的，留在洞里那是发霉的废纸。赵哥，你去通知大憨叔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把家里人都带上。带家里人干啥去？这后山还要大规模开荒啊！哈哈哈哈哈！开什么荒？明天全社停工1天，去给县城国营饭店的苏经理打个电话，就说我齐长庚明天把他那3层楼全给包场了，我要请全村跟咱们干的好人去县城吃顿最肥的大户。跟着我干的都是踏实肯干的好兄弟，他们帮我赚了第1桶金，我请他们吃顿好的那是天经地义。你赶紧去摇电话定位置。哎呦我的亲娘哎，这辈子竟然能坐着拖拉机去县城下馆子。听说里头连盘子都是白瓷的，摔坏了得赔好几块呢。都坐稳当了。这个齐老二有钱请全村吃香喝辣，就不管亲爹亲妈吃没吃。妈，咱不能就这么算了。他包了饭店，摆明了是摆阔气。饭店门开着，谁去都能吃。咱也是清湖村的，凭啥不让咱吃？对呀，建国，你赶紧去叫上你大嫂和你爹，咱也去。我倒要看看，当着全村的面，他敢不敢把亲娘往外赶？齐老板，您这手笔可真够大的，包下整整3层楼，我这饭店开业以来还是头一遭。苏里费心思了，今天得让乡亲们吃尽兴。老天爷呀，这灯咋这么亮，跟小太阳似的。今天没有社长，也没有规矩，敞开了吃，放开了喝，不够咱再添。这一杯，我敬大伙儿的辛苦。乖乖，那是纯肥肉啊，一块得有半两重。老头子，你发什么愣？赶紧进去啊！你可是他亲老子，去主桌上坐。这能行吗？老二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万一啥万一？他敢当着全村人打他亲爹？赶紧的，再晚连口汤都喝不上了。哎，服务员，给我们在主桌加几把椅子，我们可是齐老板的亲戚。轰出去！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可是他亲娘！齐长庚，你个畜生，你会有报应的！赵哥，你安排拖拉机把乡亲们送回去，路上开慢点。长庚，今天这顿饭估计够村里人吹半辈子了。老二啊，爹错了，爹真的知道错了啊！老二，你原谅爹这一回吧，你让我跟着你干，我把张桂平的那个毒妇休了，你带我回去，我开祠堂，把你写族谱第1页，让你当齐家真正的当家人。说完了，你这套说辞自己听着不觉得恶心吗？休了张桂芬，赶走齐建国，你哪来的胆子？你在那个家里也就是个连放屁都得看女人眼色的缩头乌龟。爹这次绝不手软。别叫我爹，你这声爹我嫌脏。齐大强，你今天跪在这儿哭天抹泪，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我吗？你不是，你是因为看到我包了饭店，看到我兜里揣着几万块，看到全村人都恨不得把我当祖宗供着，你眼红了，你怕以后沾不到我半点光，你这叫无利不起早。1981年的冬天，也就是几个月前，大雪封山，零下20多度，张桂芬把我们一家4口赶出家门，让我们净身出户去住黑熊洞。我媳妇儿跪在雪地里，求你让我们在柴房对付一晚，哪怕给丫头们一件袄挡挡风。那时候你在哪儿？你是个什么反应？你揣着手躲在屋檐底下，眼看着你的亲孙女冻得嘴唇发紫，你连个屁都不放。
我那是没法子啊，张桂芬她闹得太凶了。没法子，你那叫没底线，你那叫自私到骨子里。你怕张桂芬不给你做饭，怕齐建国以后不给你养老，你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安生日子。长庚，爹真的知道错了，血浓于水啊，这血脉亲情是割不断的。血浓于水，没有底线的血缘连个屁都不如。我齐长刚稀罕你那个破族谱第一页，等我的深山堡垒建好，我的名字就是这片10万大山里唯一的规矩。媳妇儿，上车，咱们回家。齐老板，出大事了！咱们在南方那边的厂子被人给端了。端了？谁干的？是霍连山。他说你要不去给他磕头认错，他就来这儿让你一家变成后山的肥料。听说了没？齐长庚包的那片后山今天要拆棚子了。拆啥棚子啊？那叫防雨布。这齐老二也不知道撞了啥邪运，几个光景，又是买汽车又是搞基建，这阵仗比县长还大。俺的个老天爷啊！这房子比画报里的黄瓜要阔是吧？这得花多少钱啊？2万、3万？齐长庚是把印钞钞机搬到山上了吗？媳妇儿，睁眼看看咱们的新家家。长庚，我不是在做梦吧？这真的是咱们的家？哭啥？好日子才刚开头呢。乡亲们，今天我齐长庚的房子摆流水席，猪肉炖粉条，白面大馒头管够，大家都来沾喜气儿。走，带你和闺女进去认认门，这里头我还给你准备了个天大的惊喜。这火炕还在呢。那当然，这可是咱们发家的地方，不能忘本。走，带你去后头看看。天哪，这是温泉！这穷山沟里竟然藏着眼活火山地热温泉。前几天挖地窖的时候偶然挖出来的，咱们运气不错。这几个月憋坏了吧？我重新砌了池子，水温正好。有白胡子老头飞进院子。长征，外面出什么事了？别慌，在这等我，我去看看是哪路神仙来砸场子。大哥，这老头邪门的很，俺的力气全被他泄了。道长不请自来，还动手打了我兄弟，这不合咱们这10万大山的规矩。不亮天尊，贫道云游四方，路过这清湖村后山，只因这山中突然紫气冲天，还夹杂着奇香，一时好奇，便上来讨口水喝，无意冒犯这位壮士，还望小友海涵。讨水喝可以，但道长这翻墙入室的做派，怕不是正经出家人干的事儿吧？小友误会了。平长庚这院落布局暗合风水八卦，不仅聚财，更能藏风聚气。更何况这院里还有2位根骨齐家的女娃娃，若是荒废了，实在可惜。道长这话什么意思？我闺女的根格，轮得到你来操心？小友莫急，这2个女娃娃常年服用天才地宝，虽然气血充盈，但年岁太小，虚不受补。若是没有古法引导疏通，长此以往，经脉必定承受不住这霸道的药力，反而会伤了根本。你有办法解决？那是自然。贫道修习古武以礼几十载，这点小事不在话下。贫道想在这宝地借宿一段时日，作为交换，我愿意将毕生所学的防身古武和吐纳之法传授给这2位女娃娃。不知小友意下如何？借宿可以，但我齐长征不养闲人。道长既然说有真本事，那也得让我见识见识，你到底配不配教我闺女？小友这身蛮力倒是不错，只可惜刚忙有余，后劲不足啊。好身手！道长既然有这等本事，这院子里的厢房您可以随便挑一间。铁牛，带道长去安置。哎，知道了。道长的1日3餐，按最高标准来。长陵，外面没事吧？我刚才听见铁牛喊打架了。没事儿，来了个云游的老道士，我把他留下了。那老头有点真本事，我打算让小满和白鹿练练武术，强身健体。练武？女孩子家的练那个干嘛呀？万一磕着碰着多心疼。媳妇儿，这世道不太平，咱们家现在树大招风，光靠我和赵哥他们，总有疏忽的时候。丫头们有点防身的本事，我也安心些。行了，老道士的事以后再说。刚才在后头温泉里，话还没说完呢。这大别墅你还满意不？满意。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敢想过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长庚，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娘俩一个家。傻媳妇儿，跟我还说谢谢，这都是我欠你们的。媳妇儿，咱们这新床还没开过光呢，是不是该……爸爸妈妈，里面有个好大的水坑，还会冒热气呢，水可暖和了。小满刚才掉进去了，一点都不冷。爸爸，白鹿要在那个冒烟的水坑里游泳。你们这2个小祖宗，那是洗澡的地方，不是游泳池。哎呀，怎么弄得一身水？
快过来，妈妈给你们擦擦，当心着凉。长鬼，出大事了！别急，天塌不下来，慢慢说。出什么事了？隔壁猛虎村的那个恶霸雷老虎带了30多号人，把咱们在山脚下新盖的药材收购点给砸了。王大汉他们几个去拦，被那帮人打得头破血流，现在还躺在地上起不来呢。雷老虎，这几个月搞合作社断了黑市的财路，估计是眼红了，想来分一杯羹。不仅砸了咱们的摊子，那雷老虎还放话说这10里8乡的山货生意必须归他们猛虎村管。他让咱们合作社每个月交5000块钱的保护费，不然见咱们的人一次就打一次。5000块的保护费，他胃口倒是不小。长鬼，那雷老虎手底下人多，手里还有土穷，咱们要不要去县里报案，找李队长来帮忙？上报，等同志来了，咱们吹购点里的药材早就被他们抢光了。我的地盘容不得野狗狂吠。走，赵哥，带我去会会这个雷老虎。长庚，咱们就2个人去，怎么不敢了？他不是想要保护费吗？今天我就亲自下山，用这枪管子好好的给他教教规矩。告诉你们那个什么狗屁骑车长，这10里8乡的山货，我雷老虎抽3成过户费。今天不交钱，老子不仅砸摊子，连你们这帮穷骨头一块拆了。长鬼，你可算来了！这帮畜生把咱们半个月收的药全糟蹋了。你就是齐长庚，小子，别以为在县里认识2个人就能在这片山头称霸王。这10里8乡姓雷，今天这事儿也简单。你这个，给我废了他！你别乱来！我告诉你，我堂哥是镇长的小儿子，你要是敢废了我，他在镇上有100种方法弄死你全家。王金宝，镇长儿子，就算是他老子今天亲自站在这儿，你也得把这2条腿给我留下。这一棍是替我那些挨打的兄弟还你。拿麻绳，回去告诉你们猛虎村的人，以后清湖村的地界是禁区，谁敢越界，他就是下场。今天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镇长儿子来救。堂哥，金宝哥，救我呀！谁活腻歪了，敢把老子的人挂在树上？我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爸是镇长，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的合作社明天就关门大枪。哦，镇长好大的官威啊！砸了我的摊子，打了我的人，他这双是不服，你爹要是利息来找我。哟，这穷乡僻壤的，竟然还有这么水灵的妞！好，你有种，你敢拿枪指着我，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去审讯室上报，老子要让你蹲大牢，让你这破合作社彻底倒闭。上报是吧？不用你跑腿，我替你报。赵哥，给我接县审讯室李长明大队长的专线。李队长，我是齐长庚，我在药材收购点，有人砸了我的摊子，还带着镇长儿子来威胁我，他们扬言要封了顾县长特批的合作社。王金宝，李队长马上就到，你不是要抓我吗？咱们在这儿慢慢等。爸，你可算来了，快把这小子抓起来！他打我还把表哥吊在树上。抓你哪个腿？你个成事不败事有余的畜生！你想害死老子？齐社长，是我教子无方，让这小畜生冲撞了您。这收购点的所有损失，我10倍赔偿。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县长提这事儿啊！赔偿是应该的，但是这人砸了我的摊子，打伤了我10几个兄弟，这笔账怎么算？他这是寻衅滋事，破坏经济建设。李队长，赶紧把人放下来，带回去严惩。长庚，快过来，这位是咱们省委的梁副书记。梁书记，这就是我向您汇报的山林经济改革试点的代人齐长庚。小齐同志，你很不错，听说你把这大山的资源全整合起来。梁书记过奖了，靠山吃山，但也得讲究个科学吃法。我这只是搭了个台子，带着乡亲们混口饭吃。走，带我去看看你的那个合作社。书记您看，这是天麻，那是黄芪，我们实行统一定价，直接对接省城的医药公司，不仅断了黑市的剥削，还保证了药材质量。好，这才是真正的搞活经济。小顾啊，你这个试点抓得准。梁书记，这只是个中转站，我包下的后山才是真正的大头。您要是有兴趣，我带您上山看看。好啊，我正想看看你是怎么把这荒山变成聚宝盆的。这是建在山洞里，这等设计理念，别说在80年代的穷山沟，就算放在省城最顶级的疗养院，也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存在。小齐，你这手笔可是惊到我了，这哪是山村，这简直是世外桃源啊！领导，这边还有个小玩意儿，你今天可是给我上了一课啊！你这哪是改革的先锋，你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小齐啊，
你现在手里有钱，又有县里政策的支持，这合作社和这别墅都只是个基础。你下一步的宏图伟业打算怎么走？领导，这后山我包了50年，不是用来修身养性的。我这人胃口大，光靠收点村民的散碎药材填不饱肚子。领导，我准备在这片10万大山里建一个全国最大，甚至是全亚洲最大的野生百年老参培育基地。长刚，你别开玩笑了，那可是百年老山参，那是天生天养的宝贝，你当那是种大白菜呢，还能成规模培育。齐老板，你有魄力是好事，但这老山参的生长环境苛刻，别说100年，就是长个10年8年的林下参，成活率都低得可怜。量产百年老参，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各位领导，如果是在几个月前，我也觉得这是扯淡，但现在我手里握着一张绝对的王牌。赵哥，去请道长过来。小齐，你说的王牌就是这位老先生？这位是咱们山里的活神仙，精通古法医理和草木五行。领导，百年老参难活，是因为野生环境的土壤、水分和灵气不可控。但如果我用老道长的古法草药秘方滋养土壤，再结合我设计的现代温湿度控制系统，硬生生的在这片原始森林里砸出一个完美的神仙药谱呢？到那时，我这大山里产出的不仅是药，更是能为咱们国家赚取海量外汇的红色黄金。小齐，你有多大的把握？90%，但前期投入极大，需要修路上山，需要建立庞大的灌溉和控温系统。好，只要你能干成，这全省的绿灯我给你开到底。小顾，回去立刻拟定扶持计划，特批一笔巨额的无息贷款给长庚的合作社。谁要是敢在这中间卡拔子，我唯你是问。书记放心，我亲自盯这事儿。凭什么？凭什么这丧门星能过上这种神仙日子？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他发达。老娘今天就亲自送你一程。齐老二，你不是跟当官的走得近吗？我倒看看你脑袋还保不保得住。我们是县纪委的，有人举报你们村的齐长奎存在严重的作风问题，我们现在要核实，请你配合调查。纪委的领导，这肯定有误会啊！长奎可是改革先锋，顾县长都……这是程序，任何人都没特权。听说了吗？县里来人查齐社长了，说是贪污了公家的钱。哎呦喂，我就说嘛，那丧门星哪来的钱盖那么大的别墅？这下好了，纸包不住火，老天爷睁眼收这小畜生了。领导，大老远跑这山沟里来，辛苦了。齐长庚同志，有人举报你利用合作社社长职务，侵吞国家无息贷款，私自建造豪华别墅，并且非法占用国家林地资源，请你解释一下资金来源。解释啥解释？领导，赶紧把他抓起来！他就是个二流子，他这盖房子的钱全是从公家那儿贪来的，可怜我们老两口饭都吃不上，他就住皇宫啊！张贵妃，放什么年华题？长庚的钱全是凭本事赚的。跳梁小丑也敢来我这儿唱戏？王组长，这别墅是在国家无息贷款下发之前就建好的，你要查资金来源，我随时配合。这是我卖百年老山参给仁济堂孙老的5000块交易凭证。这是我和南方商人张百万倒卖合法紫檀木和野味的10万块银行本票和个税证表明，每一分钱都是我齐长刚拿命拼来的，干干净净，分文没差。这别墅是我用私人的钱盖的，没动公家一根线。齐长庚同志，我们核对无误，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诬告案，这种捕风捉影、恶意抹黑改革先锋的行为必须严惩。我们会立刻联系审讯室，追查举报信的来源。王组长，不用费劲去追查了。那封信是用村口张瞎子的破打字机写的，但这毒妇不认字，落款处肯定按了手印或者留了指纹。让李长石队长带人比对一下他的指纹，一查一个准。不是我写的，我不认字啊！长奎，我是你妈呀，你不能这么害我！配当妈？上次在国营饭店门口，我已经警告过你们，是你们自己非要往枪口上撞。把他带上车，直接移交县审讯室。行了，散了，都干活去。今天耽误的工时，算我齐长庚请客。长庚，你这招釜底抽薪干得漂亮，这老妖婆算是彻底栽了，以后耳根子总算能清净了。这可咋整啊？你妈被抓走了，这得判多少年啊？判多少年？他这是往枪口上撞。齐老二现在有县长撑腰，谁敢放人？都怪这死老婆子出的馊主意，连累咱们也跟着受人白眼儿。建国，你过来，咱妈这事儿算是完了，但咱不能就这么便宜了那小娘屁。这农村里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人。这几天我看见那个在他家白吃白住的老道士，天天盯着沈南星看呢。我跟你们说，
我昨晚去后山那大别墅外头偷看，你们猜我看见啥了？沈南星那个小狐狸精正跟那个在他们家白吃白住的白胡子老道眉来眼去呢。春花，这话可不敢乱说，人家长庚现在可是县长跟前的红人。哼，我乱说，我亲眼瞧见的。你们也不想想，那双胞胎丫头长得水灵灵的，哪点像咱们老齐家的人？指不定是谁下的种呢。媳妇儿，别哭了，眼睛都肿成核桃了。长庚，他们怎么能这么作贱人？小满和白露可是你的亲骨肉啊！我知道，我全都知道。长庚，我去撕烂李翠花张臭臭嘴！我这几天在山脚下巡视药材点，也听到了风声，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站住！对付这种毒妇，打是最没用的。要玩就玩把大的，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同志，我就是跟村里娘们闲拉呱，我没犯法啊！被告人李春花，你恶意捏造虚假事实，公然在全村范围内散播恶毒谣言，对齐长庚同志及其家人的名誉造成了恶劣的损害。齐长庚同志是省里挂号的改革先锋，你这种行为不仅构成了诽谤罪，更是严重破坏了地方经济建设的安定局面，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我没有，这23份按着红手印的口供，难道都是伪造的吗？被告人李春花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我错了，长庚弟妹，你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乱说了。我给你磕头，你放我一放你一马！你拿我媳妇儿闺女的名节泼脏水的时候，想过给自己留条退路吗？带走。长庚，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在村里抬起头来。这就感动了。我齐长庚的女人，谁也别想让她受半点委屈。赵哥，明天跟我去趟县城。长庚，咱什么时候动身去省城？车都备好了。不急，省城的池子再大，也得带足了筹码。现在这满山的金疙瘩刚冒头，咱得先狠狠收割一波。社长，您看俺挖的这春笋多水灵。他还说，挖笋可以，但这竹滩你给刨断了，这玩意儿是竹子的命脉，刨断了，明年这片林子就得死绝。哎呦，俺不懂这些，就寻思多挖点，能给大队多换俩钱儿。赚钱不差这一锤子买卖，以后咱们采山货得立个死规矩：笋留根，参留籽，打猎绝对不打待宰的母兽。谁要是竭泽而渔，别怪我齐长庚翻脸不认人。铁牛，把这节烂木头掀开。乖乖，这还是人吗？这简直是台活体起重机啊！好东西，这成色拿到城里能卖上天价。长庚，你猜今天流水有多少？说个数。8000，足足8000块现大洋啊！光这一天的进账，就把以前咱们全村人苦干1年的钱给挣出来了。社长真是咱的再生父母啊！跟着社长干，这日子比做梦都甜。大哥，山里有大猫，俺去抓来给你当坐骑。抓个屁！这是大巴山里真正的活阎王，听着动静，怕是饿了一冬天刚跑出来的华南虎。华南虎，这可是稀罕物。走，去会会这山林之王。长庚，那大猫的叫声听着就在前面那道山梁子，这畜生饿了一冬，碰上可不是闹着玩的。救命啊！哥，我不想被老虎吃。咋办？开枪吧！再晚一步，那俩孩子就成嘎嘣脆了。别动，别动，把枪放下。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真把它打死了，咱俩也得进去吃牢饭。那咋整？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吃人吧？铁牛，上火！赵哥，掩护！别开枪伤到他呀，打他脚底下的泥。大哥小心！干得好！我的亲娘呀，长庚，你这招也太悬了，刚才差点就让这畜生开瓢了。安全了，赶紧滚下来！深山老林也是你们能乱闯的，赶紧滚回家去！以后再敢进后山，我打断你们的腿！长庚，这大猫咋处理？这皮子要是拿去卖，少说也得卖个屁！这是国宝，惹上它就是惹大麻烦。等它药劲过了，自己就走了。老天爷啊，这可是神兽啊！这小东西怕是几天没吃饱了。母虎8成是为了给它找食，才跑到林子边缘的。长庚，你要带它回去？这可是个炸弹，等那母树醒了，闻着味儿找上门咋办？找上门？这后山都是我的地盘，就算是万兽之王，到了我的院子也得乖乖盘着，带回家给小满和白鹿当大猫养着玩。大哥，这白猫太小了，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吃，就知道吃。这玩意儿长大了，能一口吞了你这个黑脑袋。黑虎，退下！常州，你这大冷天的把衣服脱了干啥？当心着凉。这是只白猫。媳妇儿，这可不是猫，
这是大巴山里真正的山霸王，华南虎的变异种。老天爷，老虎！哇，好漂亮的白猫猫！爸爸，我们要养它，给它起个名字叫雪球，好不好？行，咱们家就养头老虎当宠物。媳妇儿，去冲点温热的羊奶，这小东西估计饿了好几天了，再不喂就真没命了。奇哉妙哉呀！小友，你这运气真是羡煞旁人。道长，不过是只白化的老虎罢了，值得您老这么惊讶？非也非也，自古白虎便是4象之一，主杀伐，亦主祥瑞。这小畜生通体雪白，毫无杂毛，眼中灵气内敛，这是万里挑一的镇宅瑞兽。有此等瑞兽镇守，你这深山堡垒的风水格局算是彻底活了。邪魔外道再难侵扰半寸。社长，不好了，出大麻烦了！大汗叔，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喘口气，慢慢说。谁把你打成这样？不是打架，是咱们药材基地的命脉被掐了呀！猛虎村那帮杂碎，他们纠集了全村的壮劳力，在清水河上游最窄的口连夜垒了一道土坝，他们把河水全截流到他们村的水库去了。猛虎村，雷老虎被我废了双腿，他们还敢来捋虎麻？就是因为雷老虎的事儿。雷老虎他爹，也就是猛虎村的村长，昨天放了狠话，说只要您齐上苍在这后山一天，清湖村就别想喝到上游的一滴水，除非拿5万块钱去猛虎村给他儿子磕头赔罪。5万块，磕头赔罪？我前世今生连天地都不跪，会去跪一群山野村夫？长庚忍，这帮人欠收拾，咱去告他们破坏生产。告状！等县里的调查组慢吞吞的下来，咱们的参苗早干成柴火了。跟流氓讲法律，那是书呆子干的事儿。在大山里，谁的拳头硬，谁就是法律。赵哥，去拉响合作社铁钟，把咱们村所有带班的汉子全给我叫上。断咱们的水，就是砸咱们的饭碗，要咱们的命。今天谁要是敢拦路，老子就带你们平推了他们猛虎村。兄弟们，猛虎村那帮杂碎把清水河给截了，河水断了，咱们后山那几百亩参苗就得旱死。咱们好不容易盼来的好日子，就得断送在那群流氓手里。干他的！老子这就去跟他们拼了！砸咱们的饭碗，老子就刨他们家祖坟！静！今天下山不打架不惹事，但谁要是敢拦着咱们挖开水坝，那就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人命，我齐长庚一力承担。抄家伙，跟我走！齐家老二那小子真敢带人来？哼，他敢来个屁！我那可怜的儿被他打断了双腿，这笔账我还没找他算呢。他今天要是敢带人来，老子就让他这辈子都出不了这葫芦口。雷大炮，我数3个数，把土坝挖开，放水。你算老几？敢来命令老子？齐老二，你打残我儿子的账我还没找你算，今天你必须给我拿5万块钱赔偿，不然这水你一滴也别想沾。1，兄弟们，抄家伙，谁敢上坝，给我往死里打！2，雷村长，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话。吓唬谁呢？有种你开枪啊！今天这坝你们谁也别想动。3，铁牛，拦住他！快拦住他！开！起！别踢了，快跑啊！这还是人吗？兄弟们，清场！5万块，磕头赔罪。齐社长，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您高抬贵手啊！回去告诉你们村的人，以后这清水河归我清湖村管，谁要是再敢在上处动一点土，我就把他填进这河坝里当沙袋。长庚，想啥呢？水通了，咱们的参苗有救了。光靠河水浇地，太暴殄天物了。赵哥，你现在就回村，把何会计叫来，叫人把这片洼地给我圈起来，我要建个大水库。长庚啊，这工程可不小，光靠咱们村这些汉子拿铁锹挖到猴年马月去啊！铁锹挖，那是几百年前的老黄历了。用县长特批的无息贷款，去市里雇3台挖掘机来，我要在半个月内把这水库的底子给我兜出来。长庚，水库是建好了，可这么大一坑水，就光用来浇地，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哪怕养点4大家鱼，到年底也能给村里分不少肉呢。养4大家鱼，赵哥，你这眼界还是太窄了。既然咱们这水是秦岭深处流下来的活水，要养就养这10万大山里最金贵的玩意儿——野生大白鱼。长庚，你别开玩笑了，那大白鱼出了名的难伺候，连省城的水产专家都养不活呀。别人养不活，不代表我齐长庚不行。道长，接下来可就看您的了。小友放心，老道我这几日翻遍古籍，已经配好了饵料。赵哥，装车，
送去县城国营饭店，让苏经理尝尝鲜。齐老板，你这可是绝技的好东西啊！这品相比我以前在省城见过的野生货还要水灵，极品，这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这大白鱼，我饭店按10块钱1斤收。你就是清湖村那个合作社的社长齐长庚，我是省城陈氏医药集团的采购总监王德海。长庚哥，这陈氏集团可了不得，听说省城里大半的中药材生意都被他们家给垄断了，背景深得很。陈氏集团没听说过，来买鱼的去那边排队，买药材去厂里挂号。哼，齐老板，别在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这后山搞的林下参基地，动静弄得可不小啊！我们董事长发话了，看在你还算个干实事的份上，给你个机会，这份合同你签了，以后你合作社所有产出的极品老参和草药，我们陈氏集团全包了。全包了，价格怎么算？价格嘛，按市场价走。不过咱们这是长期独家买断，你省了销售的麻烦，所以这收购价得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降2成。你放屁！我们这药材质量全省最好，你还要压价2成？你们那是抢钱！齐老板，这生意场上的水可深得很，你要是不签，我们有的是手段，能让这大山里的药材一根草都运不出这个县城。陈氏集团想跟我谈生意，你敢撕我们董事长的合同？做我的主，陈氏集团还不配？回去告诉你们董事长，我齐长庚从不给人当供货商，因为这全省药材市场的庄家，我亲自来当。狂妄！不知死活的泥腿子！那可是陈氏医药集团的收购合同，在省城多少药箱削尖了脑袋想签都签不上。齐老板，你把路走绝了，你这合作社以后连一根草都别想运出这个县城！呸！狗东西！嘿，什么东西？穿个西装还真把自己当大头算了，跑咱们地盘上装逼。长庚，这回可是把马蜂窝捅漏了。这陈氏集团在省城势力极大，黑白两道都有人，得罪了他们，他们不来买，我亲自带着货去省城，砸碎他们的饭碗。大哥，俺们这是要去哪儿打架呀？去省城不打架，咱们去砸场子。领生出的极品野生天马黄芪，老板，这块天马我全要了，这批黄芪给我留着，我马上就让拿去。少爷，就是那个不知死活的泥腿子，他不仅撕了咱们的合同，还敢跑到咱们的地盘上抢生意。哪儿来的叫花子，敢在我的地盘上卖这种烂树根？烂树根？这要是烂树根，那你们陈氏集团卖的那些用化肥催出来的垃圾算什么？狗屎吗？你他妈找死！给我砸！王德海，快去上报，把他们全抓起来！上报？好啊，报！顺便让同志查查，你们陈氏一山这几年是怎么用暴力垄断市场、强买强卖的。我这里有的是人愿意作证。好，咱们不打架，咱们说理。你口口声声说你的药材好，谁能证明？你这分明就是以次充好，骗人钱财。我的老天爷，这是百年老人参呐，绝品！这是真正的百年野生老参，而且保存的如此完美，药效至少比普通的强上10倍。陈少爷，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姓瞿的，你给我等着！明天我就掐断你所有在省城的销路，我要让你这一车破草一根都卖不出去，让你跪着求我收你的货。长庚哥，这陈天阔是个疯狗，他要是真动用家族势力封杀咱们的货可就砸手里了。封杀我？好啊，我倒要看看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是他掐断我的路，还是我截断他的命命。昨天说好的天麻，您不要了。兄弟，别难为我了。陈家放了话，谁敢收你们一根草，以后陈氏集团的供货就全断了。我这一大家子还指望药铺吃饭呢，得罪不起啊！大哥，这帮人咋都变卦了？俺去把那个姓陈的小子抓来，打断他的腿。铁牛，坐下。大哥，咱们这回真被掐住脖子了，一整车极品货砸手里，这每天的油钱、兄弟们的吃喝，哪儿都是钱啊！掐我脖子，就凭陈天处那个草包？铁牛，通知兄弟们收摊，这货咱们不卖了。不卖了？那拉回山里去？不回，把车开到郊区的废弃仓库，给我藏好了。陈天看以为垄断了渠道就能拿捏我，这世上能拿捏我的只有我自己。
老张，是我，你手里有多少闲散的炉资金？全给我调过来，要快。齐老弟，你发话了，我马上让财务转账，50万够不够？叶大哥，帮个小忙，省城周边的几条铁路货运线，我需要他们检修3天。对，一车药材都不能进省城。少爷，齐长庚那帮泥腿子收摊了，听说货全砸手里，拉郊区去了。哼，哈哈哈哈！跟我斗，一个乡下暴发户也敢在省城撒野，晾他3天，到时候他得跪着求我以白菜价收他的货。少爷，不好了，出大乱子了！慌什么？天塌了！天塌了！咱们原本定好今天入库的50吨干草和柴胡，全被人截胡了！什么？谁敢截我们陈氏的货？不知道啊。昨天半夜突然冒出来几个外地的大老板，拿着现金把省城周边所有的散户药农全扫空了，而且给的价格比咱们高出整整1倍。哼，高1倍收普通药材，那是傻子，让他们收去，咱们去外省调货。调不了啊，少爷，铁路货运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全部停运检修，外省的货根本进不来，去黑市高价收，不惜一切代价。少爷，黑市也断货了，现在省城里哪怕是1根柴胡也被人炒到了天价。少爷，你说这事儿会不会是那个齐长松干的？放屁！他一个泥腿子，哪来那么多钱扫空全省的药材？他有那么大的能量停铁路？你个败家子，你到底惹了哪路神仙？我去查了，截断我们货源的是南方的张百万和燕京叶家的人脉，那可是通天的人物啊！咱们陈家这是要绝后啊！爸，是清湖村的一个包山头的，叫齐长庚。你为了争个面子，就把陈家几代人的基业给赔进去了。现在整个省城只有他齐长庚手里有货，你还不滚去求他放货？陈家要是破产了，老子第一个活劈了你！齐老板，我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高抬贵手，放点货给我们陈氏集团吧，不然我家就全完了。齐先生，犬子无状冲撞了您，只要您肯放货，陈家愿意出双倍的价格，并且以后在省城为齐先生马首是瞻。陈老，双倍价格，你当我是来做慈善的吗？按市场价放货可以，但这合同上写的清楚，以后你们陈氏集团在省城所有的销售渠道，我齐长庚要占50%股份。50%？怎么觉得贵了？不签也行，你们就等着明天宣布破产吧。我这人向来说到做到。我签。赵哥别慌，怎么了？长庚，你快回来，出大事了！南星他在院子里晕倒了，下面流了好多血，老道士说怕是护不住了。铁牛，备车回村。赵哥，我媳妇呢？在里屋，老道长正在里头看着呢。道长，我媳妇怎么了？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我媳妇都流血晕倒了，你这老头！小友莫慌莫慌，尊夫人确实流了点血，那是前些日子干重活，加上刚才受了点惊吓，动了胎气。但老道我刚才诊过脉了，脉象如管珠，往来流利。长庚，媳妇儿，我在。媳妇儿，你听见没？咱们有孩子了，咱们又要当爹妈了。我自己也是刚才知道，这几天一直觉得恶心，还以为是吃坏了肚子。